女孩在成为世间第一女帝前做了个梦，在梦中她每年都会遇到同一个男孩，她教男孩修炼，男孩便帮她挽救国家。可每次男孩都会悄无声息的消失，即使女孩以女帝修为寻遍世间，也找不到男孩存在过的痕迹。此刻刚刚成为道宗道子的你就做了一个梦，梦里你看见了一个正在沐浴的少女，温泉水汽氤氲，池中央的少女正闭着双眼修炼，她五官精致，琼鼻挺拔，阴唇红润，美得不可方物。你的目光不由自主的微微下移，少女的肌肤白里透红，在蒸汽的缭绕下宛若凝脂，显得更加诱人。领域10大美女你也见过几位，但似乎都比不上眼前这位尚未完全长开的少女。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可惜大部分美景都被池水遮挡，让人看不真切。即便如此，你还是缓缓向前，来到少女的身旁，看着近在咫尺的俏丽容颜，你心中升起一股奇异的悸动。这里是梦境，稍微做点什么应该也没人知道吧？这个念头一起，少年人的气血瞬间被点燃，你情不自禁地伸出手，轻轻抚上少女的脸颊，那柔嫩的触感让你心神迷醉。这个梦真逼真啊！你喃喃自语，仿佛有股魔力驱使着你，让你不知不觉中俯下身，慢慢靠近少女。下一秒，你只觉得嘴唇处传来柔软的触感，舌尖尝到一股淡淡的馨香与清甜，仿佛初绽的玫瑰，让人沉沦其中，欲罢不能。这个梦境还能再真实一点吗？然而一声轻吟打破了平静，正沉浸在修炼中的少女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猛然睁开了双眼，那双清澈见底的眸子正好与你四目相对。少女的娇躯顿时僵在原地，小贼，放开我！少女的俏脸瞬间浮现2朵绯红，羞怒交织，她一把推开你，娇喝道：“你是谁？为何会出现在这里？”说话间，她惊慌失措地站起身来，警惕地看着你，一边后退，一边从储物戒指内拿出一柄长剑，摆出了防御姿态。你顿时一愣，这水池本就不深，少女盘坐时才能堪堪遮住身前风光，现在她一站起来，玲珑的曲线便一览无余，顿时让你呼吸都急促了3分。虽说蒸汽缭绕，看不真切，可那种若隐若现的朦胧美感反而更加撩人。你心想，虽然你是道宗新道子，灵域天骄，可你也是个纯粹的少年啊，不妙，要长针眼了。突然，你鼻尖一热，有东西滴落在水面上，你连忙伸手一擦，随即干笑着对少女说：“误会，一切都是误会。”少女看到你的目光，才恍然惊觉自己还未穿衣，俏脸瞬间红透。登徒子，她娇斥一声，反应极快，几乎是一瞬间，完美的娇躯便被一套衣裙遮住，眼见春光被遮挡，你心中暗道可惜。还没等你回味，一道凌厉的寒光已经划破水雾，朝着你劈砍而来。少女手持长剑，动作迅捷，招招致命，攻势凶狠，毫无留情。哎呦我去！你大叫一声，脚掌在水面一蹬，向后飞掠而出，刷刷刷，少女挥剑不停，剑光闪烁，紧追不舍。这小丫头竟然达到了先天第7重，你心中一惊，这梦中少女的天赋竟然比你还要高，可惜她年龄尚小，修为比你差了1筹，还不足以将你击败。叮，说时迟那时快，你右手一探，精准地抓住了少女刺来的长剑。那个姑娘，我说这只是一个梦，你相信吗？你尴尬地问道。我信，这不是你们这些采花贼最喜欢的借口吗？少女俏脸含煞，冷喝道。你顿时哭笑不得，你堂堂道宗道子，居然被当成了采花贼。不过话说回来，这触感，这个梦境，真实的有些过分了。姑娘，你听我解释，这个梦你还想解释？你给我死去！少女根本不给你任何机会，玉足在水面用力一踏，腰肢轻扭，身体横跨数丈，一掌朝你劈来。你连忙侧身躲避，顺势抓住少女的手掌，轻轻一拉，她便惊呼一声，跌落在你怀中。放开我，混蛋，流氓，色狼！少女奋力挣扎，想要脱离你的怀抱，奈何两人实力差距过大，她根本无法挣脱分毫，反而越挣扎，被你抱得越紧。现在可以听我解释了吗？你看着怀中不断扭动的少女，嗅着那淡雅的幽香，努力压下心中的一片火热。你无耻！少女都快哭了，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初吻竟然就这么献给了一个陌生人，还被这家伙如此轻薄。她拼尽全力，张嘴就咬在你肩膀上，只是她却忘了你的实力远强于她，肉身防御早已今非昔比。她这一口下去，非但没破开你的防御，反而硌得自己牙疼。你皱了皱眉头，看着怀中又气又急的少女，再次开口：“你真的不打算听我解释？”不听。少女气鼓鼓地瞪着你，你摇了摇头，平静地说道：“你是否忘记了我们此刻的武力差距？”少女微微一愣，注视着你的双眼，她忽然意识到对方拥有碾压她的力量，她现在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挑战她的底线。她瞬间安静了下来，咬紧贝齿，一言不发。两人就这么站在温泉池中静静对视，一时间场面变得无比寂静，连水面的涟漪都悄然平息。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热恋中的情侣在含情脉脉的对视，而且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少女只觉得你的脸离她越来越近，两人之间的气氛也越来越暧昧。最终少女还是败下阵来，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长长的睫毛不停颤抖，像是受惊的精灵，显得格外楚楚可怜。你凝望着少女，看着她那精致如画的容颜，心跳也加快了许多。如果这是真实的，该有多好！只可惜这是梦，既然是梦，你就注定会醒来。道子殿下，你在做什么？就在这时，一声惊呼猛地打断了你的美梦。你睁开眼，却见门外一名女弟子正震惊地看着屋内。你此刻也彻底清醒了过来，梦中的少女早已消失不见，你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而你正保持着一个奇怪的姿势抱着墙壁，两只手甚至都穿透了过去，墙壁上还有一个清晰的嘴唇印，因为用力过猛，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女弟子吓了一跳，立刻用手遮住眼睛，羞红着脸：“道子殿下，我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都没有看到，我看不见了。”
你嘴角微微一抽，心想你高冷的道子形象因为一个梦境彻底崩塌了。道子殿下，长老们叫你去开道子登基大会了。女弟子站在门口，脸色依旧有些红晕。原来自家道子的口味竟然如此独特。你佯装淡定的收拾了一番，整理好衣衫后，才淡淡开口：知道了，本道子马上就去。你的淡定让女弟子看得目瞪口呆。如果不是墙壁上的痕迹还在，她甚至怀疑刚刚是不是自己看错了。不动如山，这才是道子殿下吗？好不容易打发走这位女弟子，你才松了口气。看着墙上的痕迹，不由得拍了拍脑袋，丢人丢到家了。看来得用玄铁金精打造一面墙，不然下次再做那种梦，岂不是又这样？但想起那个梦，你现在还回味无穷。它太真实了，与普通的梦完全不同。水的湿润，蒸汽的萦绕，少女的体香与柔软，抗拒与羞涩，每一个画面都仿佛活生生的发生在你眼前。于是你情不自禁地从储物戒中拿出纸与笔，开始勾勒起来。很快，一幅美轮美奂的少女出浴图便跃然纸上，栩栩如生，宛若真人。而画中之人，赫然就是刚刚梦境里的那位少女。都说梦中的记忆不能长存，那我就用纸将你记录下来。虽然是在梦里，那也算是我的初吻了，值得留念。你小心地将画纸收好，这才起身朝着宗门广场而去。与此同时，在某处皇宫深院，苏雪瑶还有些愣神发呆。她想起刚才的那一幕，又是委屈又是气愤，只觉得鼻尖酸楚，泪珠滚落而下。她的初吻竟然就这样没了。登徒子，下次让我遇见你，一定要让你好看。苏雪瑶银牙紧咬，愤愤不平地低语道。片刻后，她的情绪才稳定下来，眼中露出一抹疑惑。她居住在皇宫深处，这里守卫森严，别说普通人，就是修炼者强闯也绝无可能。那个登徒子是如何进来的？虽然他轻易就制服了自己，可看他气息波动，不过是肉身境9重，这样的修为还不如一个宫中守卫。深夜出现在皇宫，只怕是顷刻间就会被拿下。而且那个登徒子最后明明要亲过来，他都已经感受到了他的灼热温度，可其身影却突然凭空消失了。苏雪瑶秀眉微蹙，这里面疑惑太多，让他百思不解。不过虽然不明白那个登徒子是怎么出现的，他已经暗下决心，下次如果再遇到，定要让他付出代价，以报夺走他初吻之仇。道宗灵域10大超级宗门之一，底蕴雄厚，强者如云。今天就是你这位道宗第52代道子莫千年举办登基大典的日子，天下各大势力纷纷派出使者前来观礼。道宗内一处宏伟壮观的大型广场上，此刻已聚集了数千名修炼者。听说道宗那位道子殿下还未满20岁，便已是先天境大圆满，真是天纵奇才，能成为道宗道子。这莫千年日后若不陨落，100年后恐怕又是一位元婴强者，值得结交啊！听说这位莫千年道子尚未婚配，老夫有一孙女，不知能否与道子结缘？一众宾客议论纷纷，对今天的主角充满了好奇。不多时，道宗的3位元婴长老现身，宣布登基仪式正式开始。首先欢迎诸位来参加我道宗新道子的登基大典，希望诸位今日尽兴而归。3位长老一出场，便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随便一位都是能让灵域斗3斗的老祖级人物，更何况是3位齐出，超级宗门的底蕴可见一斑。接着，3大长老从宗门万年历史讲到未来100年格局，滔滔不绝。而在广场上方的大殿中，你听得昏昏欲睡，都快睡着了，才终于听到自己的名字。现在有请我们道宗新的道子，道宗第52代弟子的大师兄莫千年上台说几句话。终于到你了。你看了一眼时辰，极度无语。这几个老头子已经讲了足足几个时辰，每次开会都这样，耳朵都要起茧子了。早知道要讲这么久，那么早把你叫醒干嘛？害得你的美梦都没做完。不过吐槽归吐槽，在这万众瞩目的大典上，你可不会儿戏。毕竟在千万人面前出风头，也是一件乐事。你站起身，再次整理了一下着装，确保没有丝毫纰漏之后，才迈步向着大殿外走去。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大殿的门被推开，一位青年从中走出。你身着一袭白袍，脸上噙着淡淡的微笑，一举一动都带着一股儒雅之气，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翩翩着世家公子，凡尘一谪仙。道子殿下，一些女弟子当即惊呼出声，脸颊绯红，目光痴迷。哇，好帅啊，比追我的那群师兄都要英俊潇洒。你缓步踏出，脸上挂着微笑，一路走来，惹得周围惊呼连连，不断有女弟子偷瞄着你，而男弟子们则是咬牙切齿，羡慕嫉妒恨，恨不得把你取而代之。走到高台，你一边对着3位长老与无数弟子行了一礼，一边朗声开口：我莫千年有幸能成为道宗道子，与众长老的栽培，以及各位师弟师妹们的支持，功不可没。我在此谢过各位。你这番话彬彬有礼，态度和善，一副谦谦君子之风，捧得3位长老喜笑颜开，老脸笑得都合不拢嘴。台下的女弟子们更是忍不住犯花痴，按道这样优秀的道子，若是能成为自己的道侣该多好。然而下一刻，你的嘴角勾勒出一抹玩味的弧度，话锋一转，本道子再次强调一下，我能成为道子，全靠本道子的帅气与实力，与本道子的化神师尊没有一点关系。你目光扫视全场，声音陡然拔高，若有人觉得我不配道子之位，尽管前来挑战，不必在意本道子的化神师尊，本道子一并接之。男弟子们一个个悲愤交加，女弟子们则个个满眼崇拜。此刻的你简直是众星捧月。天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天才比普通人还要努力。你拥有一个化神期的师尊确实不假，可那也是因为你天赋异禀，勤奋修炼，后来才被师尊收为弟子。在道宗乃至整个灵域，修为比你高的人，年纪一定比你大，而年纪和你相仿的，修为绝对没有你高。至于挑战道子，道宗的弟子们都默默摇了摇头，修为高的前辈们都一把年纪了，就算赢了你也胜之不武。至于那些和你同龄或境界相仿的，还是别去找虐了。日后在灵域，若是有别的宗门弟子欺负你们，尽管去找2师弟3师弟，若他们还打不过，就来找我，本道子亲自为你们讨回公道。你站在高处，笑盈盈地说道。话音刚落，下方立刻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与喝彩声。道子万岁！在一片山呼海啸般的喝彩声中，你挥了挥手，然后悄然开溜，不带走一片云彩。然而你现在还不能回自己的住处，因为你的化神师尊把你叫了过去。徒儿。
儿啊，你现在是道子了，不能再跟过去一样吊儿郎当的，记住，一定要沉稳内敛，明白吗？一个白胡子老头坐在太师椅上，摸着胡须，正儿八经的教诲着你。这白胡子老头正是道宗的太上长老，道号清玄，人称清玄道君，也就是你的便宜师尊。你连连点头应允，心里却是左耳进右耳出。你又不是木头桩子，让你一天到晚摆着一副严肃的脸，你也做不到啊。不过虽然心中这么想，你表面上却表现得乖巧无比。见到你如此听话懂事，清玄道君顿时露出了满意的神色，继续训诫道：另外，既然你成了道子，就不能只顾着自己，必须肩负起道子的责任。作为道子，每天需要处理的东西非常繁杂，很多事情都需要你去办。为师说的这些，你都明白了吗？清玄道君严肃地问。就这样过了1个时辰，你都快站着睡着了，终于听到了那句期待已久的下训声音，瞬间清醒过来。你赶紧点头，回师尊，弟子都明白了，弟子定会担当起道子的责任，振兴我道宗。如果师尊没有别的事情了，那弟子先回去休息了。师尊您老人家也要早点休息。说完，你就小心翼翼地后退，准备开溜，生怕慢一步又被叫住回来。果不其然，清玄道君突然喊住了你。怎么了，师尊？还有什么吩咐？你心里一咯噔，疑惑地问道。这还是第一次下训之后，师尊又把你叫住。清玄道君无奈地点了点你的脑袋，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语气。你呀，什么时候可以长大？师尊，你这话弟子可要反驳了。徒儿已经18了，已经很大了好吗？你撇了撇嘴道。你也快筑基了吧？清玄道君眼珠一转，忽然问道。你低头思索了一下，随即抬头道：弟子准备明日就筑基，这样才能和其他宗门的道子境界相当。筑基的资源可有？清玄道君继续问道。你耸了耸肩，轻松道：用筑基丹呗。闻言，清玄道君立刻翻了个白眼，没好气地说：用筑基丹，你还真敢说啊？传出去我道宗的道子只是个普通筑基，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你摊了摊手，一脸无所谓。弟子只有筑基丹，那有什么办法？你呀。清玄道君被你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心里直犯嘀咕，自己怎么就收了这么个活宝徒弟？嘿嘿，这不是有师尊您在吗？师尊您也不想看到您最疼爱的徒弟只是个普通筑基吧？你立刻换上一副嬉皮笑脸的表情，凑上去讨好道。清玄道君一脸无奈，叹了口气道：你小子，算了，谁让你是我唯一的关门弟子呢？总不能弱了道宗道子的名声。诺，这个给你。说着，他掏出一个玉瓶丢向你，同时叮嘱道：这里面装着的是极品筑基液，每滴都价值100颗中品灵石，你省着点用，至少要筑一个玄品筑基出来，听到没有？放心吧，师尊，弟子知道该怎么做的。你喜出望外的将玉瓶收好。清玄道君又叮嘱了几句才离开，临走前还给你留下1枚玉符。你现在已经是道子了，这里有为师的一道玉符，元婴期之下，一旦触发，一剑便可斩灭，但只能用来保命。送走了便宜师尊后，你便迫不及待的回去了。哎呀，累了一整天，早知道这破道子就不当了。你终于回到了自己的修炼洞府，你一进门就一边往里走，一边将身上那件无数弟子梦寐以求的华丽道子袍脱下，随手扔在了地板上。洗漱之后，你换上宽松舒适的睡衣，美美的躺倒在柔软的大床上，准备好好睡一觉。那些迂腐的老头子们，不就是个新道子仪式吗？几句话就能搞定的事，硬是被他们磨叽了好几个时辰，真是烦死了。你嘀咕着翻了个身，这话要是被宗门其他弟子听到，非得极度的牙痒痒不可。真是的，你不要这道子给我啊！我不嫌弃时间长，我成了道宗新道子，明天那些超级宗门的道子们恐怕会坐不住，全来找我挑战了。真是一群战斗疯子，甩都甩不掉。明天再筑基，筑基之后，本道子就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明日有事明日愁，今朝无事今朝睡。说着，你又翻了个身，用双臂枕住脑袋，缓缓闭上了眼睛，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今天是苏雪瑶16岁的成年礼，可是她是一个人过的。房间中，苏雪瑶看着眼前的饭菜，毫无胃口，心里空落落的。她双手合十，闭上双眼，在心中默默祈祷：上天让父皇他们早日凯旋，早日归来。怎么又是你？突然，一句有些发懵又有些熟悉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苏雪瑶猛然睁开眼，只见1年前吻了她的那个登徒子，此刻竟然又出现在了她的房间里。又是你这个登徒子，你还敢来？苏雪瑶手中戒指光芒一亮，一把长剑瞬间出现在她手中。她咬着银牙，怒瞪着你，比她更猛的当然是你。你万万没想到，这次的梦境竟然接上了上次，又一次梦到了那个被你吻过的梦中少女。苏雪瑶，你惊讶地张了张嘴，刚想解释2句，却看到对方已经提剑冲了上来。你顿时急忙闪避，同时你想像上次那样伸手去抓少女手中的剑，可就在即将抓住的时候，剑锋却突然一转，直刺你的咽喉。不对，我的速度怎么变慢了？你心中一惊，随即反应过来，是这丫头变强了。你脚下连退数步，才堪堪躲开了这致命的一击。苏雪瑶冷哼一声，紧追而来，喝道：登徒子，拿命来！说着，他再次挥舞长剑向你杀来。先天第9重，一天升2个境界啊！你震惊了，这才多久没见？原本只是先天第7重的小丫头，竟然晋升到了先天第9重，和你到了同一个境界，难怪你没能抓住她的剑，原来是你们俩的实力已经相差无几了。误会，能不能听本道子好好解释解释？你一边躲闪，一边叫道。但是苏雪瑶根本不理会，攻势丝毫没有减弱，甚至更加凌厉了。见状，你无奈地摇了摇头，只得迎了上去。砰砰砰，二人瞬息之间交手数十招，竟是谁也奈何不了谁。喂，小丫头，能不能听本道子说2句再动手？你边打边大喊。呸！你这个臭流氓，夺走了我的初吻，还有脸和我说话？苏雪瑶娇斥道。她心中又气又恼，这个登徒子不仅调戏她，还夺走了她的初吻，这让她如何能忍？嗨，这话怎么讲呢？你干咳2声，辩驳道：首先，那也是本道子的初吻，你并没有吃亏，所以不算流氓。其次，这只是个梦，你干嘛这么较真呢？再者说，就算你在这里杀了我，你的初吻也回不去了呀。苏雪瑶听着你振振有词的歪理，越听越离谱，火气蹭蹭往上涨，俏脸通红，气得浑身发抖。
你混蛋！他咬紧牙关，低喝道：“本道子哪里混蛋了？我说的都是事实，好吗？”你反问道。苏雪瑶听到你这句话，顿时感觉胸口一阵气闷。你这个流氓！苏雪瑶咬牙切齿地骂道：“不是吧？你是哪家的小丫头？除了混蛋、流氓、登徒子，就不会说点别的了吗？”你叹了口气，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说道：“哎，本道子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这么优秀，多少人想要本道子的初吻都求之不得，你怎么就偏偏认为我是个混蛋流氓呢？”苏雪瑶看着你这副自恋的表情，气得胸膛剧烈起伏，她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你这个登徒子，闭上你的嘴！苏雪瑶羞恼地呵斥道：“好，既然你不让我说，那我就不说了。不过我还是想告诉你，我虽然行为过激了点，但绝对是个正直善良的人。”你拍了拍胸脯，义正言辞道：“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苏雪瑶气得连话都说不完整了，她指着你，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这个登徒子真是太可恶了。苏雪瑶咬紧牙关，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既然两人实力差不多，打来打去也分不出胜负，最终只好停了手。你离我远一点，不准靠近我，否则我就杀了你！苏雪瑶警惕地盯着你，她可是领教过你那卑鄙无耻的程度，生怕你趁机偷袭。切你鄙夷地撇了撇嘴，你堂堂道宗道子，爱慕者无数，岂会做那种趁人之危的事？我说这只是我的一个梦，你相信吗？苏雪瑶冷冷地扫了你一眼，道：“鬼才信你的话，也就骗骗3岁小女孩。”你摸了摸鼻子，发现眼前这小姑娘真的很倔。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少岁了？你又问道。你堂堂道宗道子，18岁才达到先天大圆满，这小丫头才多大，就和你一个境界了，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个登徒子？苏雪瑶怒目而视，我说咱们俩也算有缘，既然遇上了，不如交个朋友如何？你笑眯眯道：“交朋友？你又想干什么？”苏雪瑶立刻警惕起来，我只是想知道你为什么一天可以突破2个小境界。我昨晚见你的时候，你可才只有先天7重天，怎么今天就9重天了？你疑惑地问道。你是睡傻了吗？什么一天2个境界？你昨晚也来了？什么时候来的？苏雪瑶警惕地瞪着你，什么情况？不是昨晚你在沐浴，我看见然后吻了你吗？你诧异道。苏雪瑶愣了片刻，随即俏脸绯红，登徒子，你还提这件事？话说到一半，苏雪瑶再一次愣住了，因为在她的注视下，你就这么消失了，和上次一样，你突然出现，过了一会儿又突然消失，没有一点征兆，仿佛凭空蒸发了一般。但她并没有放松，而是握紧手中的剑，又等了好一会儿，见你依然没有再出现，她才终于松了口气。可同时，她心中也冒出了一丝疑惑。1年过去了，她的实力似乎没有一点提升。你再次惊醒，你起身一看，太阳已经晒屁股了。你甩了甩头，让自己清醒一下，然后和昨天一样，拿出纸与笔，按照梦中的记忆，一笔一画地把梦中少女画了出来。片刻之后，一幅全新的画作新鲜出炉，画中人栩栩如生，完美还原了梦中少女的模样。画中的少女拿着宝剑，脸颊微红，正怒气冲冲地看着前方。你仔细看了看，随后又拿出昨天画的那张，把2张纸并排放在一起，仔细端详着2幅画中的少女。昨晚梦里的那个少女似乎比前晚的要大一点。你在胸前比划了一下，似乎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地方。难道说我这边虽然只过去了1天，但在梦境中却不止1天？你低声嘀咕，但还不能完全确定。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梦境都实在太过诡异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境中的一切都是所见之物与所见之人拼凑而成，不会出现未知之物与未知之人，因为人是想象不到未知的事物。连环梦，多次梦到一件事物或一个人，那应是入梦者太过思念某个事物或者某个人。藏经阁中，你再次合上一本书，无奈地摇了摇头，都是一些啰里吧嗦重复的文章凑字数，找了2个时辰，还是完全找不到一点实用的。你已经翻阅了所有关于梦的古籍，可依旧找不到能解释你情况的说法。可以说，古往今来，从未出现过你这种情况。之前的梦境已经够离谱了，可至少还算是梦，你能够感受到与那个世界格格不入。可这2晚，与其说是梦，不如说你亲自穿越了过去，真实的出现在了那个世界一般。因为除了没有痛感，一切的一切都与现实无异，甚至于触感、嗅觉、灵气全都存在，这远远超出了梦的范畴。哪怕是最逼真的梦，也没有这1/10的真实感。没有找到想要的答案，你只得走出了藏经阁。然而，你刚一出门，就看到了一群弟子朝你跑了过来，每个人都神色慌张，焦急万分。道子殿下，终于找到你了，出大事了！你轻咳一声，瞬间挺直了腰板，淡淡道：“发生什么事了？如此慌张？不好了！剑宗、花宗、大道门好几个超级宗门的道子打上门来了，指名道姓要挑战道子殿下。”一个内门弟子颤抖着嗓音道。你心中咯噔一下，这才想起一件要命的大事，那就是今日筑基，其他几个宗门的道子可都已经是筑基境了。你要是不筑基，这还怎么打？嗨嗨，别着急，不是还有2师弟、3师弟吗？你故作镇定，摆出一副高手风范。他们已经筑基了，告诉那几个道子，要想挑战本道子，先打赢2师弟、3师弟。道子殿下，3师兄已经败了，就接了大刀门的道子3招。另外一个内门弟子低声道。你嘴角微微一抽，但依旧不慌不忙道：“没事，不是还有2师弟吗？2师兄已经跑路了。听说昨天道子大会结束之后，就接了一个出宗的任务，连夜开溜了。”一个内门弟子哭丧着脸道。你顿时一呆，差点气得不行。尼玛，跑路了！靠，这货也太怂了吧！之前天天叫嚣着挑战自己，怎么现在跑得比谁都快？人家3师弟都赶上，他怕什么？道子殿下，怎么办啊？众人齐刷刷地看向你，你目光扫过周围围得水泄不通的弟子，随即轻咳一声，突然指着某个方向道：“2师弟不是在那里吗？”闻言，众人立刻
望去，只见远处一片树叶滑落，哪里有半个人影。等众人再回头，却发现你已经在10丈开外了。告诉他们，本道子身体有恙，3日之后再战。丢下这句话，你瞬间消失在拐角处，留下一群目瞪口呆的内门弟子。等你回到自己的住所时，天色已经逐渐暗了下来。你竟然在藏经阁待了大半天，你还没来得及坐下休息，清玄道君就出现在房间里，吹胡子瞪眼的看着你。怎么今天没有筑基？你尴尬一笑，解释道：徒儿忘记了。师尊，你相信吗？清玄道君突然伸出头来，仔细盯着你的双眼，片刻之后道：你有心事。徒儿啊，状态不佳，筑基可是有失败的风险，你难道不明白吗？清玄道君沉吟道：若是筑基失败，对于根基来说损伤极大。你讪讪一笑道：师尊，徒儿说是因为一个梦，你老人家相信吗？梦。清玄道君顿时来了兴趣，当即坐下，拿出一个酒葫芦，大喝一口，把你的故事噩梦说来听听。看着自家师尊这吊儿郎当的模样，你摸了摸额头，也不知道这位便宜师尊能不能解开你的疑惑。不过当今整个领域，你师尊也是排名前3的化神强者，如果他老人家都不知道，恐怕就没人知道了。于是你斟酌着词语，小心翼翼地开口：是这样的，师尊，徒儿梦到了一个少女，一个很奇怪的少女，梦到了一个女人。清玄道子双眼微微一亮，上下打量了一下你，眼中露出一抹恍然大悟的神色。如果只是梦到一次也就算了，可是连续2晚梦到，这就十分怪异了。徒儿百思不得其解。你摊开双手苦笑道：哦，原来如此。徒儿，你不用多想，为师已经明白了。清玄道君摸了摸胡子，笑眯眯地打量着你。啥？师尊你知道？你惊讶道：自己才说了这么点，便宜师尊就全明白了？难不成他老人家也天天做这种奇怪的梦？清玄道君嘿嘿一笑道：说吧，看上哪家姑娘了？为师为你提亲。你一愣，随后满脸黑线：师尊，你搞错了。清玄道君露出一副我懂的神色，别害羞，你也长大了，情情爱爱本就是人之常情，喜欢谁就说出口嘛。说着，他还指了指墙壁上的痕迹，老脸上的笑容更浓郁了。你嘴角一阵狂抽，心中腹诽不已。您老确定不是来逗我玩的吗？还有，道宗办事效率也太慢了，都2天了，玄铁墙壁还没打造好，是看上花宗的百花仙子，还是碧水宗的水流仙子，或者2个都看上了？只要你开口，为师定然为你把婚事定下来。清玄道君拍着胸脯，笑呵呵地说道：百花仙子和水流仙子是领域最顶尖的绝世美女，天赋极高，是这一代2大宗门的道子。不过你却是满头黑线。师尊，你觉得弟子是这样的人吗？清玄道君恍然，说的是人不风流枉少年，想当初为师年轻之时，身旁美女环绕，何曾寂寞？哈哈哈哈。说起当年，清玄道君豪气冲天，仿佛年轻了几百岁。师尊，我怎么记得你当初哭着求兰花仙子跟你在一起？你悠悠道。清玄道君神情一滞，干咳道：嗨嗨，当年不过是年少无知，为师早已放下，往事不提也罢。你嘴角一扬道：是啊，师尊，你当年可是被拒绝7次了呢。闭嘴！清玄道君恼羞成怒，直接一巴掌扇在你脑袋上。混账小子，敢取笑为师，信不信为师让你吃板子？师尊饶命啊，弟子不敢了，你赶紧求饶。夜色渐浓，你却怎么也睡不着。你抓起一把米粒，一粒一粒的数着，睡觉修炼，睡觉修炼，睡觉。你睡不着，也无心修炼。你不知道今晚入睡还会不会梦到那个被你强吻的少女，也不知道以那个少女的修炼速度，这次你还能不能打得过她？可如果不睡，你的心就痒痒的，根本无法专心修炼，时刻被梦境中的种种好奇影响。随着米粒逐渐减少，当你拿出最后一粒米的时候，你刚好说到睡觉2个字。呼，既然上天要我睡觉，那就睡觉吧，反正是梦境，我应该不会真正的死去。你松了口气，将米粒放入嘴中咀嚼，缓缓闭上双眼。不久，你便进入了深层次的睡眠，呼吸变得悠长平稳起来。夜已深，皎洁的月光照耀在皇宫的砖瓦之间，给皇宫带来了丝丝清冷的气息。从父皇书房出来的时候，苏雪瑶抬头看着天空中的明月，却是突然觉得有些冷。世人皆向往皇宫，殊不知最是无情帝王家。公主殿下，请早些回去歇息吧。一位宫女走近劝道：我知道了。苏雪瑶点了点头，便转身朝着寝宫行去。只是在路上，她又转过身，看着还亮着灯的书房，心中有无尽的无奈。半月前，战报传来，大宋帝国败了，战死100万将士，还要割让24座大城。他小时候眼中威武无比的父皇，一夜之间白了头发，仿佛苍老了数十岁。他想做点什么，可他什么也做不了。他的实力比起帝国之间的战争太过渺小了。回到自己的房间，苏雪瑶呆呆地坐在床前，思绪却回到了小时候。她是帝国这一代唯一的公主，也是最受宠爱的公主。每一次她的生日都极为热闹，但从她15岁起，也就是遇到那个强吻她的登徒子那1年开始，她都是一个人过了。因为和平的岁月已经结束，战争开启了，她的父皇要亲自带兵应战。连续2年，她的生日都是一个人过，不，还有一个来无影去无踪，令人讨厌的家伙。想起那个登徒子，苏雪瑶微微皱了皱秀眉。今天是她17岁的生日，之前连续2年这个时候，她都会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这一次，她还会不会来？想到这里，苏雪瑶抬起头，神情忽然变得认真起来。咚咚咚，敲门声响起，苏雪瑶神情瞬间紧张了起来，喝道：谁？公主殿下，是奴婢青儿，这是陛下给你送来的生日礼物，并要奴婢转告公主殿下。是她忘记了。门外传来一个恭敬的声音。苏雪瑶微怔，旋即松了口气。她走过去，打开门，见到门外站着一个穿着绿衣的小丫鬟，手中捧着一个锦盒。苏雪瑶接过锦盒，轻轻打开，里面是一枚晶莹剔透、散发淡淡绿光的珠子。公主殿下，这是陛下特意找人从南方寻来的玉珠，据说有凝神静气、增加修为的功效。丫鬟恭敬地说道：替我谢谢父皇。苏雪瑶微微颔首，便关上房门。她望着锦盒内的玉珠，眼眶微微有些湿润。原来父皇一直都还记得自己的生日。然而等她再次转身的时候，却突然看到那个登徒子正坐在她的床上，对你露出尴尬的笑容。原来今天是你的生日啊，真巧。你挠挠头，略显尴尬地笑了笑。苏雪瑶先是一愣，随后一股怒气冲上心
心头。你个登徒子，你还敢来？冤枉啊！公主殿下，你别激动，听我慢慢解释。你连忙摆手，话音未落，一柄长剑便直刺你的胸膛。你双眼微微一缩，这个速度躲不掉了。筑基境不，没有筑基的领域，也不是半步筑基，但又绝对不止先天九重天，甚至实力比一般筑基还强。先天大圆满与筑基境之间还有一个境界。你满头疑惑，而那把剑却已经刺穿你的胸口，剑尖深入1-2寸，没有痛觉，只能感到胸口被什么东西注入，填满的感觉很不舒服。苏雪瑶明显吓了一跳，她万万没有想到你竟然不躲。虽然她的确恨你，想杀了你，可从未杀生的她，此刻却有些慌乱，手指都在颤抖。你为何不躲？苏雪瑶颤抖着问道，脸色有些苍白。你微微一愣，这小丫头没杀过生，她这个表情就和你第一次踩死一只蚂蚁一样，伤心了许久，还为蚂蚁立了一个坟墓。想到这里，戏精瞬间上身，你装作重伤的模样，倒在柔软的大床上，虚弱道：公主如此恨我，如果杀了我可以消除公主的恨意，那我愿意一死。你演技浮夸，配合着那虚弱的语调，活像真快挂了一样。但事实证明，心思单纯的少女还真被你唬住了。她扔下长剑，有些迷茫与不知所措。难道要救她吗？不，这种登徒子怎么可以救？可要是不救，自己真的可以看着她死在眼前吗？我苏雪瑶咬着嘴唇，却不知道说什么。看着少女不知所措的模样，你心中在偷笑。不过戏当然还是要做全套。你装作更加虚弱的模样，断断续续道：公主殿下，你还恨我吗？说完，你忍不住咳嗽了2声，一丝腥甜的液体顺着唇角流淌了下来。苏雪瑶看着你的模样，心里越来越慌乱。终于，她咬了咬牙：我已经不恨你了，你能不能不要死？她的声音有些哽咽，有些害怕。不管她未来会成为什么人，至少她现在终究只是一位17岁的少女。闻言，你差点笑出声来。这小丫头真好骗。不过适可而止，你还是明白了。下一刻，你便是满血站了起来，英俊潇洒如本道子，怎么可能这么容易死？苏雪瑶懵住了，你刚才那副模样是装出来的。噗嗤，你捂着肚子，哈哈大笑出声，太逗了。少女刚才那副模样，让人看了就想欺负。欺负一辈子。喂，你要干嘛？看着身上被绑得严严实实的绳子，你顿时笑不出来了。本道子跟你说，你可别乱来。本道子还是清白之身，你可别强人所难啊！闭嘴！苏雪瑶羞恼交加，公主殿下，你就算喜欢我，也不至于把我绑起来吧？本道子又不会反抗。你义正言辞，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我要把你移交给刑部，让你受尽折磨而死。苏雪瑶恶狠狠地瞪着你，眼底尽是愤怒和羞红。这个混蛋，你想摸摸鼻子，奈何手被绑得紧紧的。你不是故意要逗弄苏雪瑶，实在是这丫头太单纯了，完全没见过世面。公主殿下，其实我们也算不打不相识，不如你放了我吧，咱们握手言和如何？我才不跟你这种登徒子握手呢！我现在就叫人抓你！苏雪瑶冷哼一声，转身就要离开。到时候大刑逼供，本道子不得不说出不小心毁了公主清白的话。那时候，公主你可别怪我啊！你无奈地摊了摊手。苏雪瑶的脚步猛地停住了，她气得脸颊绯红，咬着牙，目光死死地盯着你。无耻！我绝对饶不了你！我们俩的账一笔勾销如何？你放了我，我也保证不告诉任何人，否则就天打雷劈！你信誓旦旦地保证？不可能！苏雪瑶气急，却对你这个滚刀肉毫无办法。她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加赖皮的。两人就这么僵持着，无聊之际，你突然注意到了墙壁上的一幅大型地图，地图上共有7个国家，其中被重点标注的是大素帝国。如果所料不错，眼前的少女应该就是大素帝国的一位公主。不过，当你的目光扫过地图上的红线时，你发现这个大素帝国已经遭到了其余6大帝国的联手攻击，岌岌可危。也难怪，身为帝国公主，生日竟然只有她一个人过。原来整个帝国都已风雨飘摇。你双眼微微一眯，超强的记忆在脑海中疯狂运转，无数兵法古籍瞬间闪过。片刻之后，你突然微微一笑：公主，我有一计，可使大素帝国转危为安。果然，听到这句话，本来还气鼓鼓的苏雪瑶瞬间微微一愣，但鉴于你之前的无赖行为，她并不相信，毕竟她自己也想了无数个方法，可明显已是死局。一个登徒子能有什么破局之法？见苏雪瑶不为所动，你只是笑了笑，并不着急，因为你知道有人比你更着急。果不其然，过了一会儿，苏雪瑶终于坐不住了：你真的有办法可以解大素之危？她皱眉询问，目光中透露出一抹希冀。你神秘一笑，并没有直接回答：你若敢耍我，我绝不饶你。苏雪瑶咬牙切齿道：这个混蛋最好没有骗他。你挑了挑眉，一字一句道：公主的实力强于我又如何逃得了公主的手心？再者，大素帝国危机四伏，若没有良计，这样下去，迟早有一天会被敌人灭掉。听了这番话，苏雪瑶心头微微一颤，虽然很不愿承认，但这的确是事实。所有人都认为大素帝国必灭，6国联军，就算大素帝国再强2倍，也不可能打得过。想到这，苏雪瑶不禁抬眸望向你，深吸一口气，缓慢开口：你究竟有什么办法改变战局？公主殿下，这就是你的诚意吗？你看了看身上被绑着的绳子，苏雪瑶抿了抿唇，但还是上前解开了你身上的绳子。现在可以说了吧？她沉着脸，语气冰冷。你轻笑一声，却不着急，又道：公主殿下，我助你大素一计，那公主给予在下什么报酬？你想要什么？苏雪瑶警惕地望着你。公主殿下，你猜？你眯着双眼，上下打量着苏雪瑶的身姿。此时的苏雪瑶穿着一件淡蓝色衣裙，乌黑的秀发散落在肩上，肌肤胜雪，精致的五官带着几分稚嫩和青涩，美丽动人。流氓！苏雪瑶气急，当即拔出剑指着你。见状，你连忙摆手：公主误会了，本道子只是想知道，先天9重与筑基之间，难道还有境界吗？听到你并不是看中她的身体，苏雪瑶稍微松了口气，却依旧不忘警惕地看着你。我不知道什么先天什么筑基境，她冷声道。闻言，你思索了一下，立刻明白了过来。看来2个世界的修炼体系并不一样，就是公主此刻的修为境界。你继续追问，隐约感觉到这
这或许关乎到你未来的路。我现在是肉身境10重，你是9重，肉身境之后是神通境。苏雪瑶道，你眸光闪烁，肉身境、神通境，你是先天9重大圆满，在他眼中是肉身境9重，也就是说，肉身境对应先天境，神通境对应筑基境。可是先天境不是只有9重大圆满吗？眼前的少女却说她是肉身境10重，先天境还有第10重天，本道子可以为你们大素献祭退敌。不过，我想要你所修炼的肉身境与神通境的修炼功法。你沉默半晌之后道，我的修炼功法。苏雪瑶微微一愣，怎么，公主舍不得给？那算了，你耸耸肩，故作失望。我修炼的并不是什么珍贵功法，你随便去外界找一个人，都是修炼这个功法。你确定只是要功法？苏雪瑶疑惑地望向你，你双眼一瞪，所有人都修炼有超越先天9重天的功法。我去，这是什么恐怖的世界？当然，并不是人人都可以修炼到肉身境10重，其中需要的资源只能用无法统计来形容。绝大部分人到了9重大圆满便突破至神通境了。看着你的表情，苏雪瑶补充道，同时她心中也升起一丝疑惑，她连世界广泛流传的道经都不知道，道经已经给你了，你的计划可以说了吗？苏雪瑶催促道，你本来想查阅一下道经，但看着她着急的表情，也就收了起来。你也不知道还能在这个世界待多久。从这3次穿越的情况来看，每次待的时间完全没有规律，你可不想下次来的时候就看不到眼前这位有些傻傻又有点可爱的少女了。于是你将目光投向房间里的地图，其上7个国家成甲自行排列，而大素就刚好在这个尖尖上。与其相邻的是楚、赵、宋3大帝国，如果我所料不差，大楚最为强大，其次则是你大素，然后是宋，最弱的是赵国。你说道，你怎么知道？苏雪瑶有些惊讶，很简单，在这种多国乱世之中，国土面积越大，实力必然越强大，不难推断出大素帝国实力还是不弱。可大素再强，又如何抵挡6国联手？苏雪瑶绝望道，为什么一定要抵挡6国联手呢？你反问道。苏雪瑶微愣，不明所以的望着你，那似懂非懂的模样，让你忍俊不禁的摇了摇头。公主可曾想过，让他们内部发生矛盾，导致联盟自行解散呢？你循循善诱道，自行解散，这怎么可能？苏雪瑶皱眉，父皇曾多次派使者前往6国求和，可一直没有效果，他们是铁了心的要瓜分我素国。公主，你太低估了人性，尤其是野心勃勃的帝王。你嘴角噙着淡淡的笑意，人心贪婪，欲壑难填。6国之所以联合，就是因为看中大素的广阔土地，但殊不知其余5国都被大楚帝国利用了。你缓缓道来，目光凝视着少女清澈的眼睛。因此，不管使者怎么恳求，怎么许以利益，都不可能让5国帝王心动，因为你们不可能给出比瓜分大素更大的利益。然而，苏雪瑶并没有理解你的意思，而是顺着道，是啊，我们不管开出什么条件，又怎么比得过楚国的条件？其实很简单，完全不需要开什么条件，只需要跟赵国帝王说几句话，联盟自然瓦解。你轻笑一声，苏雪瑶抬头看向你，众里都无法退军，几句话就可以。她的目光仿佛在看啥。呵，你笑了起来，伸出食指朝着他晃了晃，道4个字：唇亡齿寒。唇亡齿寒。苏雪瑶美丽的脸庞上带着疑惑，眨巴着大眼睛，显然依旧没弄懂。你呀，咋这么笨呢？你顺手敲了敲苏雪瑶的小脑袋。你，苏雪瑶本想生气，但想到有求于你，只能忍住，不准再靠近我。你撇了撇嘴，谁叫你这么笨？眼见苏雪瑶要发飙，你轻咳一声，不再打趣。很明显，这个世界兵法与谋略基本不存在。既然如此，你只能一步步给他解释。你们大素的使者可以这样说：楚给赵的利益是分一部分大素国土，但许以其余4国却是瓜分大素与大赵2国。若大素灭亡，5国联军回去之际，便会顺便将大赵灭国，因为只有大赵灭了，其余5国才能瓜分地盘。大素是唇，大赵是齿，唇亡则齿寒。只要赵国帝王不是傻子，都会明白这个道理。你这么一说，苏雪瑶一下子领悟了，你的意思是？她双眸亮晶晶地看着你，仿佛发现了新大陆。但是她又想到了什么，兴奋的神色消失，忧愁再次涌上。可是即使赵国退兵，剩下的5国不依旧打不过吗？我并没有说一步就可以换回战局，这只是第一步罢了。你笑道，第一步。苏雪瑶有些惊讶，看着眼前自信的你，她对你的第一印象瞬间被刷新。这个登徒子似乎也没有那么可恶。第2步便是虚虚实实，简单来说就是散布不知真假的消息。赵国退出联盟，那么5国联军必然会在大素与大宋的边境交战。你们可以散布消息，告诉其余几国，大楚绕路是假，探查几国虚实才是真。如此一来，几国便会抵制大楚，联军成为一盘散沙。闻言，苏雪瑶的双眸猛地一亮，被你这么一说，大素的死局似乎瞬间破了。你怎么知道赵国退出，联军会集结在宋国？他问出了这第2步唯一的疑惑。你微微一笑，很简单，强大傲娇如楚国，自然不可能让其他国家的军队入驻自己国家，那么战场只能选择宋国。苏雪瑶瞪大了双眼，你仅仅凭借一张地图，竟然就看透了整个战局。不过即使这样，我大素也岌岌可危，不过是多抵挡一段时间罢了。这次苏雪瑶没有露出担忧之色，而是紧紧地注视着你，眼前自信的你似乎早就有了对策。这第3步也是最后一步，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背水一战，为楚救素。我这3步可使大素转危为安。背水一战，为楚救素。苏雪瑶再次不理解了，眼神疑惑地看着你。你呀，真笨。你再次敲了敲苏雪瑶的小脑袋。不过这次苏雪瑶并没有生气，甚至都没有让你离她远一点。在你眼中，那个所谓的登徒子形象已经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拯救大素的唯一转机。大部队对持联军不动，抽调10万精兵，再组建一支修炼者大军，悄悄转移，然后以闪电般的速度直逼楚国都城。你缓慢而坚定的开口，语出惊人，进攻楚国。你疯了！苏雪瑶疯狂摇摇头，本来大素就独木难支，竟然还反去攻打最强大的楚国，这不是送人头吗？而且你把精英抽调走，我大素更加无法挡住敌人了，你这不是把大素逼上绝路吗？苏雪瑶反驳道，你大素现在不是绝路吗？你耸耸肩反问道。
苏雪瑶顿时语塞，你继续循循善诱，现在的大素就是温水中的青蛙，会慢慢的被6国蚕食，不如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我问你，如果你是大楚帝王，你会觉得这种情况大素会入侵自己国家吗？苏雪瑶沉默了片刻，缓缓吐出4个字，当然不会，这不简单了。大楚的大部队在宋国边境没有什么防备，此刻你大素精兵突然袭击，那么前期必然是一路溃败，无法组建有效的抵挡。你顿了顿，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谁也不知道大素是不是想鱼死网破。那么大楚有2个选择，其一就是赌联军先攻破大素国都，其二就是稳撤回大军，解国都之围。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作为大楚帝王，又会怎么做？苏雪瑶皱眉，陷入深思。良久，她睁开眼睛，眼底划过肯定之色。稳，大楚本就是最强大的国家，只要稳步发展，逐步入侵，他就是最大赢家。可要是赌，即使赢了，在大素的鱼死网破之下，必然遭受重创，其余几国就会渔翁得利。只要不是傻子，都知道怎么选。运筹帷幄之间，决胜千里之外。本道子真帅！你哈哈大笑，自恋的扶了扶额前的头发，真臭美。苏雪瑶抬头，却发现你已经消失不见了，又不见了。难道他是上天派来拯救大素的吗？苏雪瑶低语，心中复杂难明。当你再次醒来的时候，第一时间就去查看储物戒指，那本道经竟然真的出现在了你手中。梦境的东西竟然出现在了现实，这是18岁之前的梦境绝对做不到的事情。突然你觉得胸口一阵剧痛，伸手摸了摸，虽然没有伤口，但那个位置正是梦中少女剑刺中你的地方。这个梦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发觉自己越发看不透了。梦物俱现，梦伤同感，如此诡异，简直无法想象。那个梦中世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你没有过多纠结，再次画下了一幅画，画中少女露出呆萌不解的模样，煞是可爱。随后你盘膝坐在床上，翻开了手中的道经，淬体、肉身、神通。这道经上记载的3大境界，与你所在世界的后天、先天筑基一一对应，只是名字不同，本质几乎无差。但很快你发现了盲点，道经记载肉身大圆满之上还有一个完美肉身境，在你认知的先天境中并没有后续记载圆满即筑基，可道经上说，在肉身大圆满的基础上，打通全部361个穴窍，才可以晋级完美肉身。这一段被特意标红，后面还有一段令人心惊的注释：一旦打通了第109个穴窍，便无法回头。若此生无法打通全部穴窍，终生无法突破先天境。果然还有第10重天，难怪天地玄黄4大筑基品质，整个领域最高也只出现过地品筑基，从未出现过天道筑基。你喃喃自语，眼底泛起了炽热的光芒。看来天道筑基的秘密就在这第10重天中。既然知道了还有这层境界，那你自然要去冲一冲，否则你这个道子当着又有何意义？更何况梦中那个憨憨少女都能成功，你堂堂道宗道子，难道还不如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丫头？说出去多丢脸！本道子要做灵域有史以来第1位天道筑基，立下豪言壮志。你立马冲进修炼室闭关，冲击穴窍需要海量资源，你拿出了师尊给的极品筑基灵液，足足100滴。这东西一滴就相当于1颗极品筑基丹，拥有高达99%的筑基成功率。这一瓶足够100个先天大圆满晋级了，足以可见清玄道君对你的偏爱。你倒出1滴灵液吞下，刹那间庞大的能量在体内爆发，如无数条涓涓细流涌动，每一条都蕴含恐怖力量。咔嚓咔嚓，体内传来爆鸣，像是有枷锁被打破。第109个穴窍通了，这意味着你已经无法回头，要么361个穴窍全部圆满，要么终生卡死在先天。来吧，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你豪情万丈，从这一刻起，每打通1个穴窍，你的力量便提升1%，这太惊人了。如果全通，实力岂不是要翻10几倍？这样下去，我岂不是无需筑基就可以吊打寻常筑基了？你激动无比，加快了冲击速度。然而半个时辰后，你走出修炼室，抬头望天，欲哭无泪。一整瓶极品筑基灵液，竟然才让你打通了30个穴窍，越往后消耗越大，从1滴1个变成了3、4滴1个，而你现在还差223个穴窍，这需要的资源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普通筑基10000倍的资源量，难怪这世上没人修第10重天，根本修不起啊！哪怕是超级宗门，也不会拿10000倍代价去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但这难不倒你，因为你有一个化神期的好师尊啊！师尊，救命！还没到清玄道君的洞府，你就扯着嗓子大喊起来：“臭小子，又叫啥呢？”清玄道君须发皆白，骂骂咧咧的走了出来：“你不好好闭关踏入筑基，跑我这里干嘛呢？”嗨嗨，不是我不想筑基，而是筑基灵液用完了。你讪笑道：“什么？用完了？1整瓶？”清玄道君瞪大眼睛，简直难以置信：“你小子该不会是看上哪个女子，把筑基灵液送人了吧？”师尊误会了，徒儿虽然喜欢美女，但不至于这么败家，只是徒儿的筑基很特殊，需要的灵液多一点点。你挠了挠头，一点点。清玄道君脸色古怪，但他很快感觉到了你体内暴涨的气息，惊讶道：“等等，你的实力强了数成，难不成你要成就地品筑基？玄品有望元婴，地品有望化神。”清玄道君深吸一口气，豪气挥手：“既然是地品筑基，那1瓶确实不够，给为师再给你1瓶，必须给我突破到地品。”你接过玉瓶，却没有走，反而苦着脸：“师尊，还是不够，还差一点点。”你说什么？清玄道君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2瓶还不够，当年他冲击地品也没用这么多，到底还要多少？你尴尬一笑，伸出1根手指：“最后1瓶了，这已经是为师的极限了。”清玄道君咬牙切齿，又掏出1瓶：“嗨嗨，不是1瓶，10瓶，你把为师卖了也凑不出10瓶啊！”清玄道君咆哮：“师尊，你误会了，不是10瓶。”你认真的说道：“是100瓶。”噗！清玄道君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差点被口水呛死。100瓶，滚犊子！你小子是要买下一个超级宗派吗？100瓶极品筑基灵液可以培养1万个筑基强者，把活老头练到丹炉爆炸也凑不齐啊！你嘿嘿一笑：“师尊，给我100瓶，到时候你的徒儿就是灵域有史以来最强筑基。”滚蛋！为师去哪找？
清玄道君骂到一半，突然停住，眼眸骤缩。我的好徒儿，你要助天道筑基，你轻咳一声，徒儿已经无路可退，成则天道筑基，不成则终生停留在先天。师尊，你也不想看着徒儿废了吧？清玄道君神色瞬间变了，沉吟许久，才试探性问道：徒儿，你没有骗为师吧？徒儿岂敢欺瞒师尊？你一本正经，天道筑基拥有圣人潜力，这可是传说中的存在，一旦成功，足以威震八方。清玄道君心中掀起滔天巨浪，沉默片刻后，缓缓点头：好，不愧是为师的好徒儿，既然决定了，那为师就助你登临巅峰，区区100平，若是能教出一个圣人徒弟，又算得了什么？你心中一暖，这份毫无保留的支持，你铭记于心。谁让你是老夫唯一的弟子呢？清玄道君淡淡一笑，片刻后，宗主林天涯被叫来，几乎掏空了宗门库存，这里有15瓶极品，10瓶上品，20瓶中品，你先拿去，剩下的为师3天内为你凑齐。你接过沉甸甸的储物袋，郑重道谢，多谢师尊。有了资源，你再次闭关。2个时辰后，所有灵液再次耗尽，这一次你打通到了261个穴窍，虽然距离圆满还差100个，但你的实力已经发生了质变，接近40万斤的距离，这已经不仅仅是先天大圆满，而是堪比真正的筑基初期，甚至可以单手镇压普通筑基。不行，我得找几个人试试现在的实力。你目光微动，身影一闪，直奔道宗练武场。刚到练武场，就听见一阵嚣张的叫嚣声：你们道宗这一代弟子就这么一点实力吗？一个紫衣男子傲视全场，快把你们的道子莫千年叫出来，试试我剑宗的实力。此人正是剑宗2师兄王天一。周围的道宗弟子敢怒不敢言，只能憋屈地看着。呵呵，我看你们的道子是借闭关不敢应战吧？王天一讥讽道。谁说本道子不敢应战？一道清朗的声音炸响，你一袭白衣御剑而至，飘逸若仙的落在场中，背负双手，神色淡漠。道子殿下来了！道宗弟子瞬间沸腾，仿佛看到了救星。王天一盯着你，眸光冰寒，你就是莫千年？呵呵，只是想要和道宗道子切磋一番罢了。你是想挑战本道子？你眉毛微掀，眼中满是轻视，你还不够资格，让你们剑宗道子见凌霄来鄙视，赤裸裸的鄙视。王天一勃然大怒，莫千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全是靠你那化神师尊。今日我就让你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绝世天骄。砰！他话音未落，整个人就如同炮弹般倒飞了出去，撞翻数人，重重摔在数丈之外。你甩了甩手掌，漫不经心地说道：哪来的狗在耳边吟吟狂吠，脸皮真厚，打得我手都痛了。全场死寂。片刻后，欢呼声震天动地，道子殿下牛逼！王天一从地上爬起来，脸肿成了猪头，咬牙切齿：莫千年，你偷袭，你不讲武德，明明是你自己凑上来，怪不得别人。你淡然道：啊，我不信你能打败我。王天一彻底疯了，取出灵剑，背后浮现900丈气海虚影，我要你死！900丈气海倒是有点本事，可惜你嘴角微翘，露出一丝嘲讽。就凭你本道子这一拳，18年的功力，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得下。轰！你一步踏出，一拳轰出，近40万斤的巨力瞬间爆发，空气被打爆，发出恐怖的音爆声。当一声脆响，王天一连人带剑再次横飞出去，重重砸在地上，痛苦哀嚎，再也爬不起来。一招货真价实的黄品巅峰筑基，在你手中只走了一招，全场目瞪口呆，随即爆发出更疯狂的吼声：太强了！道子殿下简直是盖世天骄！而剑宗那边一片死寂。就在这时，人群外传来一道冰冷的声音：莫千年，你终于舍得出来了。一行人分开人群走来，为首青年身背长剑，气息凌厉霸道，剑宗道子剑凌霄。他冷冷扫了一眼地上的王天一，废物，丢尽剑宗脸面，滚下去。随后剑凌霄目光如剑，直刺向你。莫千年，可敢与我一战？有何不敢？要战，本道子随时奉陪。你毫无惧色，打通了261个穴窍，你何惧之有？就在气氛剑拔弩张之时，一道充满了魅惑的声音突然传来：这么热闹的事情怎么少得了奴家？随着话音落下，你便看到一名妖艳女子缓步而来，她身材火辣，凹凸有致，肌肤雪白细腻，散发出浓郁的幽香。她一出现，周围无数目光都忍不住汇聚而来，露出炽热之色。这美貌，这媚态，绝对称得上尤物2字。她就仿佛从画卷中走出的绝代妖姬，勾魂夺魄。合欢宗道子姬飞烟，好一个尤物，不愧是妖精。你暗自嘀咕一句，不过脸上却云淡风轻，毫无波澜。倒是姬飞烟，美眸一转，朝你妩媚一笑，风情万种。千年道子，奴家想见你一面可不容易呢。姬飞烟娇嗔一声，声音酥麻诱人。听着这诱人的声音，你没由来感到一股燥热，心脏狂颤。这女人真是个妖精，不过好在你心里早就藏了个比她更美的梦中人，否则这一下还真有些扛不住。再看其他人，不管是剑宗弟子还是道宗弟子，此刻都已经完全沦陷了，一个个双目赤红，死死盯着姬飞烟，魂都被勾走了。就连一旁的剑宗道子剑凌霄，呼吸都沉重了许多。好强的媚术，好强的定力。看到这一幕，姬飞烟也不禁惊讶，他刚才施展的媚术可是独步天下，铜镜之中还没哪个男人能抵抗，甚至连道子级天骄也不例外。可没曾想，身为道宗道子的你，竟然轻易免疫了他的媚术，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这也太奇怪了。难道你不喜欢美女，还是修炼了什么特殊功法？这一刻，姬飞烟对你产生了浓厚的好奇，原来是姬仙子，难道姬仙子也是找本道子挑战的吗？你收敛了一番心绪，这才抬头看向姬飞烟，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弧度。哥哥，千年道子就这么看奴家吗？奴家不过是来找千年道子探讨人生而已。姬飞烟嫣然一笑，美眸迷蒙，越是不受他影响的男人，他越是想征服探讨人生。你摇头一笑，本道子不想与你探讨那方面的人生，这一招对你没用，不如你跟剑宗这位道子探讨吧。你轻轻一笑，这种千人
整万人长的妖精，你可不想招惹？说完，你脚尖一点，身形向后倒退而去。几位，如果有兴趣挑战本道子，3日之后擂台见。你挥挥手，潇洒转身离去，只留下了呆若木鸡的众人。姬飞烟神色一滞，这还是他第一次被人当众拒绝。回到住所，你盘膝坐下。经过今日这场风波，你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实力，也明白了先天地10重天的强大。你还没完全踏入第10重天，就已经可以比肩选品筑基了。要是真到了第10重天，甚至筑基之后，那得强到什么地步？看了看天色，时间不早了。你心中第一次对梦境出现了强烈的期待。今晚的梦境应该依然可以见到那位少女吧？按照前几次的时间流速，她现在的年龄应该与你差不多大了。也不知道你的计划在她那个世界有没有奏效，她的帝国有没有解除危机？思索间，你缓缓闭上眼，踏入了梦境之中。当你再次睁开眼的时候，这次没有第一时间看见梦中少女，而是伏坐在一张桌子前，抬头望去，阳光有些刺眼。这一次的梦境世界是白天，耳边有些嘈杂。你环顾四周，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广场，周围坐满了人，每个人面前都摆放着美酒佳肴。目光前移，你眼中露出一抹震撼，那是一座巨大的皇宫，金碧辉煌，龙凤飞舞，奢华至极。比起道宗的宫殿，这里更加豪华与庞大。这时你才发觉，参与宴会之人实力最低也是筑基境，其中元婴强者数不胜数，甚至还有很多气息在元婴之上。好强大的世界，好强大的帝国，想必这里就是大素帝国了。没想到如此强大，整个领域加起来怕都不是对手。你眼睛微眯，暗自思忖，这个世界远超你的想象，但这反而让你感觉更加刺激。你竟然在指挥如此强大的帝国作战，看着宴会的规模，想必是赌赢了，否则大素不可能举办如此隆重的庆功宴。果然，当宴会的主角登场时，你知道自己全猜对了。今天是苏雪瑶18岁生日，也是大素帝国退敌举办国宴的日子。穿着浅紫色公主裙的少女款款走来，她眉目如画，肌肤胜雪，俏脸上挂着动人的笑意，宛如天上的月亮般高贵圣洁。18岁的少女正是最美的年纪，倾国倾城，一颦一笑都带着一股别具韵味的高贵，令无数人痴迷。不过，少女出场后，目光一直在人群中扫视，似乎在寻找着谁。终于，当她的目光落在角落里的你身上时，瞬间绽放出灿烂的光芒，一笑倾城。她伸出手，似乎想邀请你一同登台。毕竟那退敌之计出自你口，但你却轻轻摇了摇头。你并不喜欢在一个陌生的世界抛头露面，即使这里只是梦境。苏雪瑶看到了你的拒绝，聪慧的她立马明白了你的意思，没有强求，而是转过身与身旁的丫鬟说了几句话。那丫鬟朝你的位置看了一眼，随即缓缓退下。随后，盛大的生日会开场，隆重而热烈。你端起酒杯，慢条斯理地喝着美酒，目光始终注视着高台上的苏雪瑶。有美酒，有美人，这次的梦境体验真是越来越棒了。咔嚓，细微的声响在你体内传出，你微微一怔，看着手中的酒杯，眼中露出一抹震撼。到了你现在的境界，想要打通一个诀窍，至少需要20滴极品筑基灵液，而你仅仅喝了一杯宴会里的酒，竟然就突破了一个诀窍。好大的手笔！最重要的是，在梦境中，你竟然也可以修炼。这位公子，我家小姐找您。一位侍女走了过来，对着你恭敬行礼。你认出来了，这位正是梦中少女身旁的丫鬟。看来她口中的小姐就是苏雪瑶了。没有拒绝，你起身跟随侍女离开广场，绕了好几个圈之后，来到了一处隐蔽而清静的花园。公子，奴婢先退下了，待会我家小姐自会到来。侍女行了一礼后，恭敬离去。花园中有假山流水，凉亭楼阁，鲜花掩映，环境优雅。你心神一动，看到了一片桃花林，粉嫩娇艳的桃花点缀着整片花园，香气扑鼻，醉人心脾。你走过去，漫步林中，享受着这份宁静。桃花纷纷扬扬，如粉色的雪花般飘落。突然间，一道美丽的身影出现在了你的眼前。苏雪瑶身着一袭淡紫色长裙，衣袖轻拂，周围的桃花随之飞舞，仿佛是从仙境降临尘世的仙子。我不知道你这次能够停留多久，所以尽快过来找你了。苏雪瑶看着你，那双秋水般的眼眸闪烁着奇异的光彩。与前几次相比，这一次的她显得更加美丽动人，宛如盛开的花朵。公主，你不再称呼我为登徒子，我反而有些不习惯了呢。你嘴角微微上扬，开玩笑的说道。回想起前几次的会面，尤其是第一次相遇时的尴尬，苏雪瑶脸颊上泛起一丝淡淡的红晕，轻声道：“你是大素的恩人，就是我的恩人，怎能再用那样不敬的称呼？”听到这回答，你心中一阵喜悦，笑容越发灿烂。我向大素全体子民向公子表达最真诚的谢意。苏雪瑶对你行了一个大礼，举手之劳罢了。我也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想出那些计谋。你随意摆摆手。闻言，少女眼中闪过一抹异彩，眼前的青年不仅英俊，眼神中更充满了智慧，仿佛看透了世事浮沉。公主，我们已经见过4次面，还不知道你我双方的名字呢。你微微一笑，大素芳华公主苏雪瑶。她嘴角含笑，美眸凝望着你，那笑容如三春暖阳，给你无限温暖。灵域道宗道子莫千年，你也笑着回应。两人彼此对视，气氛变得安静下来，仿佛连空气都停止了流转，只剩下飘落的桃花。许久，苏雪瑶转过身，朱唇轻启，下次见面还是1年之后吗？或许吧，你也不确定。我每晚都在入梦，对我来说，我们是天天见面。梦境。苏雪瑶轻语，随后轻笑，与3年前第一次见面，你倒是没什么变化，可对我来说，每一天公主的变化都非常大，变得越发漂亮了。你调侃道。听到你的夸奖，苏雪瑶嘴角泛起淡淡笑意。对了，你帮助大素退敌，想要什么奖励？她忽然问道。什么都可以吗？你眨了眨眼，笑眯眯的反问。只要是合理范围之内。苏雪瑶补充了一句，那不知道能不能再次获取公主的一吻呢？你轻咳一声，有些期待的说道。苏雪瑶顿时一愣，俏脸微红，瞪了你一眼，能不能别总打趣我？你要是再这样，我就不理你了。说完，她扭过头，嘟着嘴插着腰，
似乎很生气的模样。哈哈，你忍不住笑出声来，我只是随便说说，公主可千万别当真啊。苏雪瑶轻哼一声，你收敛笑容，正色道，我也没想好，要不等以后想好了再提如何？那我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哦。苏雪瑶嫣然一笑，虽是浅笑，却依旧迷人。我这一天，公主1年，等几百年后公主修为大成，而我不过几百天而已，那时我再提要求，岂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你笑道，那可未必，万一哪一天这个梦境就结束了呢？苏雪瑶摇头失笑，眼神中闪过一丝忧虑，毕竟这一切都太虚幻了，说这些干嘛？至少现在我们不还是可以见到吗？你摇头道，也是，我新学了一支舞，从未有外人见过，你想看吗？苏雪瑶笑道，美眸中带着光彩。公主，这支舞算要求吗？你挑了挑眉。苏雪瑶莞尔一笑，不算，算是我对你额外的嘉奖。既然如此，那我倒是想好好欣赏一下公主的舞蹈。你灿烂一笑，伸出双臂做了个邀请的姿势。苏雪瑶点头，莲步轻移，款款走到桃花树下，旋即翩翩起舞。她身形柔软曼妙，婀娜多姿，腰肢轻盈如柳，随着舞动，周围的桃花纷纷起舞，将整片林子染上一层粉色。这一瞬间，你看吃了，脑海里一片空白，唯独留下了那翩翩起舞的绝美身影，舞姿优美，美轮美奂，实乃罕见。一舞终了，你由衷赞叹。苏雪瑶缓缓转身，看向你刚刚站立的地方，可是你又一次消失了。下一次见面又是1年后了。少女低声呢喃，眼底掠过一抹失落。从某种程度来说，你是她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朋友。醒来之后，你脑海中还在回荡着苏雪瑶的桃花舞，久久无法忘怀。片刻后，你提起笔，将少女起舞的模样画在了纸上，栩栩如生。哈哈，徒儿，看看为师给你带来了什么。你刚收起画纸，清玄道君便大笑着推门而入，乐呵呵地将一枚储物戒指丢给了你。为师可是听说了，你打败了接近玄品筑基的剑宗2师兄，好样的，不愧是我的弟子。清玄道君抚须点头，看到你的修为后，心中的担忧彻底消失了。果然还没有筑基，看来灵域第一个天道筑基要出在道宗了。哈哈哈哈，侥幸侥幸。你接过戒指，神识一扫，整个人都愣住了。师尊，你昨天给了弟子几十瓶，弟子还只需要70来瓶就行了，这里怎么有100瓶？你惊讶地问道。这个，嘿嘿，为师不小心多换了一些，你拿去用，不够跟为师再说，多了再还给宗门就是了。清玄道君打着哈哈，你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你知道，这是师尊怕你不够用，特意多准备的。这100多瓶极品筑基灵液，价值连城，连元婴巅峰强者的全部身家恐怕都不够。这份恩情太重了，谢谢师尊。你眼眶微湿，躬身道谢。傻孩子，跟为师客气什么？等你成为天道筑基，那才给为师长脸呢。清玄道君笑呵呵地说道。师尊放心，弟子定不负厚望。你重重点头。好了，快去修炼吧，为师为你护法。你应了一声，转身进了修炼室。一瓶瓶筑基灵液被吞噬，你体内的穴窍开始逐个打通，雄浑的灵力在体内奔腾，仿佛要将每一个细胞都填满。300个，301个，330个。时间流逝，你额头渗出细密汗珠，眼神却愈发坚定。终于，当体内穴窍打通到361个时，你停了下来，身体微微颤抖，一种前所未有的变化正在发生。所有穴窍瞬间连成整体，灵力汇聚成洪流，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力量。轰！你成功突破了，踏入了先天第10重天，力量暴涨12倍。如今的你拥有足足100万斤的恐怖巨力，这就是先天境的真正圆满。你终于有了冲击天道筑基的资格。师尊，弟子修为圆满了，还剩28瓶筑基灵液。你走出修炼室，兴奋地汇报道。清玄道君眼中金芒一闪，明显感觉到你又变强了。你全力打我一拳。你没有犹豫，握紧右拳，狠狠轰出。砰！空气震颤，劲风呼啸。清玄道君纹丝不动，但他脚下的青石地板却瞬间崩裂，如同蜘蛛网般蔓延开来。这力量！清玄道君倒吸一口凉气，100万之力，这绝对是灵域未来的第1位天道筑基。哈哈哈哈，很好，为师果然没有看错人。清玄道君高兴地拍着你的肩膀。师徒2人又聊了一会儿，清玄道君便离开了。你走出修炼室，朝着自己的住所走去。此时已是深夜，月明高照，你的心早飞到了梦境世界。不知道那边1年过去，苏雪瑶又变成什么样了？正准备推开房门，你眉头突然一皱，有人在里面。推开门，你便看见一名绝色女子正娇滴滴地躺在你床上，眼波流转，魅惑众生。床边地上散落着女人的衣物，她轻掀被角，露出一双白皙修长的玉腿，诱人无比。这是赤裸裸的诱惑。只可惜她是姬飞烟，一想到她修炼的功法和过往，你只觉得一阵反胃。不过虽然厌恶，你并没有立刻发作。你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既然她想用计拿下你，那不如将计就计。你淡淡扫了她一眼，语气平淡：有事吗？姬飞烟媚眼如丝，红唇轻启，千年道子，奴家不美吗？一股幽香袭来，她无时无刻不在施展媚术。可惜现在的你神魂强大了10几倍，加上有苏雪瑶珠玉在前，她这点手段连让你眼皮跳一下都做不到。见你毫无反应，姬飞烟心中一阵挫败，她咬咬牙，继续加大力度。千年道子，春宵苦短，奴家可等着和你共度良辰呢。说着，她将被子掀开更多，手指轻轻划过肌肤，发出啪嗒的轻响。你似乎被吸引了，不由自主地朝床边走去。姬飞烟心中冷笑，得意洋洋，终究还是抵挡不住老娘的魅力。你离床边越来越近，眼看就要坐下，姬飞烟心中狂喜，觉得你已经逃不出她的手掌心。砰！就在此时，你突然出手，一把抓过她放在床边的储物戒指，顺手抄起地上的衣服，动作快如闪电。姬飞烟整个人都懵了，还没等她反应过来，你已经冲到了门口。恰好此时，外面传来嘈杂
杂声，一大群各宗弟子正巧路过，这时间点卡的真是妙啊！原本的剧本应该是你被诱惑的找不着北，然后被众人抓奸在床，身败名裂。可现在你站在门口，气沉丹田，扯开嗓子大喊：“快来看啊！有个没穿衣服的疯女人赖在本道子房间里，快来人呐！”这一嗓子直接把路过的弟子们全吼停了，纷纷抬头望向你的房间。莫千年、姬飞燕差点气疯了，他怎么都没想到，你想都没想就给他挖了这么大一个坑。原本想占便宜，结果被你反将一军，还被当成了疯婆娘。眼看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他只能咬牙切齿地裹上床单，狼狈不堪地从窗户逃走。看着他仓皇离去的背影，你露出了胜利的微笑，看了一眼手中的衣物，你嫌弃的直接抛飞出去，引起下面众人一阵哄抢。随后你转身看着居住了10几年的房子，虽然有些不舍，但沾了那女人的晦气，实在是恶心。你一把火直接将房子点了，正好宗门为你打造的道子殿一直没去住，现在派上用场了。当你再次有了意识，还没睁眼便感到一股寒意袭来，你知道又来到了苏雪瑶的世界。睁开眼，你发现自己身处一个修炼密室之中，墙壁全由万年玄冰打造，灵气浓郁的惊人。密室中央的玄玉床上正盘坐着一位绝美女子，她身穿淡紫色长裙，秀发披肩，安静地坐在那里，仿佛睡着的仙子。正是苏雪瑶，她比记忆中更加成熟美丽了，那种恬静、高贵、圣洁的气质，让人只能仰望，不敢亵渎。你有些庆幸，第一次见到她时，她还是个15岁的懵懂少女。若是第一次就见到现在的她，恐怕这梦还没开始就结束了。19岁，天道筑基境后期，这实力秒杀现在的你，简直比踩死一只蚂蚁还简单。你还想看多久？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传来，苏雪瑶不知何时睁开了眼，正眉眼含笑地看着你。公主的美貌，看一辈子都不够，怎么会嫌多呢？你脸皮极厚，直接承认油嘴滑舌。你凭这副长相和这张嘴，骗了多少女孩子？苏雪瑶轻笑着起身，缓缓走到你面前，她轻轻在你身上嗅了一下，是吗？可你身上有女人的胭脂味。嗨嗨，公主这是吃醋了。你尴尬的干咳2声，我可不会那么无聊。苏雪瑶转过身，虽然嘴上这么说，神情却似乎不太开心。公主误会了，刚才有个疯女人想勾引我毁我名誉，被我识破罢了。你连忙解释。听到这话，苏雪瑶嘴角才重新露出一抹笑意。你上次说在梦境也可以突破修为，所以今天我特意在我的修炼室等你。苏雪瑶转过身看着你，语气平静却透着关切。这是大素灵气浓度最高的地方，你可以借助这里的灵气突破到筑基境，我为你护法。今天应该是公主的生日吧？你竟然一天都在这里等我。你心中瞬间升起一股暖流，没想到上次随口一提，竟然被她如此记在心上。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重逢，也是你踏上巅峰的起点。你拯救了大素亿万子民，我只是给你提供一个修炼之地，还不足以回报你的恩情。苏雪瑶微微颔首，语气轻描淡写，可你听得出来，她藏着心事。你忍不住再次询问，可是你的生日不举行了吗？一个生日而已，很重要吗？如今最重要的是大素子民的安危。苏雪瑶轻声回应。你沉默了，看着眼前的苏雪瑶，你发现她眼底那抹对子民的怜爱是如此真实，她仿佛变了，不再是记忆中那个渴望礼物的少女。不，或许她从未变过，只是为了责任，将那份渴望深深埋葬。难道又起战端了吗？你追问道。苏雪瑶摇了摇头，六国已经全部退军了，父皇带着大军收复失地，还没有归来。虽说国事为重，但你心里清楚，哪有女孩子不期待生日惊喜的？略一思索，你有了主意。公主，我有一样东西，就当是送给公主的生日礼了。话音未落，你已从储物戒指中取出一个精致的盒子，递到了她面前。苏雪瑶显然有些诧异，似乎没料到这时候还能收到你的礼物。她迟疑片刻，终究还是伸手接过，轻声道：“谢谢。”就在她准备揭开谜底时，你却伸手按住了盒盖，故作神秘的笑了。等我回去之后，公主再看吧。苏雪瑶乖巧地点了点头，收起了好奇心。好吧，时间不多了，你快点去修炼吧。你郑重的点头应下，随即你盘膝坐上玉床，刚一落座，一股清新宜人的少女幽香扑鼻而来，你这才恍然，这可是苏雪瑶的闺房禁地，这味道让人心神宁静。你深吸一口气，闭上双眸，瞬间进入了修炼状态。而苏雪瑶静静地坐在床边，凝视着正在闭目养神的你，眼神温柔且贪恋。多希望这一刻能再久一点啊！修炼之路步步维艰，先天踏入筑基，首要便是灵气灌血。若在外界，这恐怕难如登天。但此刻你身处宝地，周围灵气浓郁的几乎化不开，根本不需要筑基丹。你疯狂吞噬着周围的灵气，仅仅1刻钟，体内361个穴窍便已充盈圆满。紧接着，重头戏来了，筑灵海。灵海广阔度决定了筑基的品级，100丈黄品，1000丈玄品，10000丈地品，哪怕是10000丈地品，在灵域也已是凤毛麟角。但你的野心不止于此，你要做就做那万古无一的天道筑基。随着穴窍贯通，你的气息开始疯狂暴涨，周围灵气仿佛受到了帝王的召唤，形成巨大的漩涡将你包裹。要成功了！一旁的苏雪瑶见状，悬着的心终于放下。轰隆一声巨响，璀璨金光从你体内爆发，直冲云霄。若非这密室坚固，恐怕早已惊动9天。灵海虚影在你头顶显现，疯狂扩张，10000丈、50000丈、90000丈。这庞大的灵海虚影甚至笼罩了整个大素皇宫，引得无数强者侧目。但当他们发现源头是苏雪瑶的修炼事实，又纷纷释然。大素最强天骄搞出点动静，那是机操物六。然而就在灵海扩张到99999丈时，卡住了，瓶颈就差这一丈。你紧咬牙关，额头青筋暴起，浑身因极度的不甘而剧烈颤抖。若是止步于此，便是天渊之别。苏雪瑶看
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明白这最后一仗对你的意义，没有任何犹豫。他眼中闪过一抹决绝，径直走上玉床，盘坐在你对面，轻启朱唇，伸出双手。你艰难地抬起头，视线模糊中看到了他坚定的眼神。我帮你。他的声音温柔如水，瞬间抚平了你的焦躁。你愣神片刻，下意识伸出双手，下一秒十指相扣，掌心相对，一股电流般的酥麻感瞬间席卷全身。你忍不住闷哼一声，这是特殊体质带来的辅助修炼。苏雪瑶脸颊绯红，这是她第一次与异性如此亲密接触，但为了助你成就天道，她顾不得羞涩。两人的灵力通过掌心交融，在她体内流转一圈后，变得纯净无比，威能暴增10倍不止，再疯狂涌入你的体内。这股力量强得可怕，给我破！你心中发出震天怒吼，轰！那坚不可摧的瓶颈瞬间崩碎。第10万丈达成，你的生命层次在此刻发生了质的飞跃，灵气化作耀眼的金色，寿元突破200载，天道筑基成。你缓缓睁开眼，眸中金光流转，看着近在咫尺的绝美少女，由衷道：谢谢，若非有她，你注定遗憾终生。你我之间何须再说谢字？苏雪瑶嫣然一笑，这一笑足以令天地失色。你看着她，心脏猛地抽搐了一下，好美。然而梦醒时分总是猝不及防，眼前的少女渐渐消散，你猛然惊醒，回到了现实世界。原来那不过是一场跨越时空的记忆梦境。你习惯性的拿起画笔，将梦中那绝美的一幕定格在纸上。另一时空，苏雪瑶看着你消失的地方，眼神黯然。再次见面，又是1年后了。她打开你留下的礼盒，里面是4幅画卷，展开第1幅，画中少女躺在温泉池中，那是4年前初见的她。剩下的3幅记录了每一次相遇的点滴。原来你一直都记得，谢谢。她将画卷拥入怀中，仿佛拥抱着你。现实世界，道宗。一大早，师傅清玄道君就火急火燎地赶来了。徒儿啊，你筑基成功了吗？看着师傅期待的眼神，你起身行礼，自信一笑，弟子幸不辱使命，如今已成天道筑基，真的。清玄道君大喜过望，好徒儿，哈哈哈哈，老夫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兴奋之余，他忽然提议，来，你朝我用力打一拳，为师看看你现在的实力。你愣了一下，啊，你不会害怕伤了我吧？清玄道君调侃道。你有些尴尬，不是，弟子只是怕整个山头会被削平。如今你肉身力量已达1000万级，真要全力出手，这道子殿怕是保不住。臭小子，尽管放马过来。既如此，你也不再矫情，右手轻抬，5指并拢，金色的灵力瞬间包裹手掌，看似轻飘飘的一掌推出，实则蕴含毁天灭地之威。砰！劲气轰在清玄道君胸口，却如泥牛入海。虽然未伤分毫，但清玄道君眼中金光爆闪。不错嘛，比为师当年强多了。正当师徒2人沉浸在喜悦中时，几个弟子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道子殿下，大事不好了！2师兄被打成猪头了。你眉头一皱，看向那几个跪在地上的弟子，领头弟子颤声道：“2师兄刚刚回宗，就被大刀门的道子打成了猪头。他还扬言说我道宗弟子全是废物。”什么？你与师傅的脸色同时阴沉下来。清玄道君冷哼一声：“徒儿，知道该怎么做了吗？”你眸光冰寒，语气坚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师尊请放心，我道宗没有人可以欺负，尽管放手去。天塌下来，为师顶着。送走师傅。”你转身看向那几名弟子，霸气挥手，带本道子过去。道宗擂台广场此刻已是人山人海，擂台上一个身材魁梧、满脸横肉的大汉正手持大刀，嚣张跋扈地叫骂着：“你们道宗就没有能打的人吗？不想丢脸的就快滚！”这就是大刀门道子，人称刀疤虎的刘虎。道宗弟子们敢怒不敢言，毕竟连2师兄都被废了。就在这时，你穿过人群，白衣胜雪，闲庭信步般走来。是谁打伤了我道宗的弟子？道子殿下来了！道子莫千年！人群瞬间沸腾，像是找到了主心骨。你径直走到被打得面目全非的2师兄面前，安抚道：“2师弟请放心，大师兄定会为你报仇，将打你的那个人打成更大的猪头。”擂台上的刀疤虎闻言冷笑：“区区一个道宗道子，居然也敢妄言将我打成猪头！”你淡漠地扫了他一眼，如同看着一只蝼蚁。你是何人？我乃是大刀门道子刘虎。原来是大刀门道子刘虎，你故作恍然，随即话锋一转：“我管你是刘虎还是白虎，等下都是一条死虎，全场死寂。”随即爆发出一阵惊呼：“够狂！”刀疤虎气得脸色铁青。好，既然这样，那咱俩先比划比划，光比划多没意思。你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搞个彩头吧。你要是输了，跪下给2师弟磕头道歉。刀疤虎怒极反笑：“让我道歉？痴心妄想！要是你输了呢？我输了，任你处置。”你毫不在意。好，你输了，给我跪下把血舔干净。刀疤虎恶毒地说道。道子不可啊！道宗弟子们大惊失色，这要是输了，道宗颜面何存？你却淡然一笑：“好，我答应你。”就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一道爽朗的声音传来：“道子之战，如此盛大的排场，怎么能少了我？”众人回头，只见剑宗道子剑凌霄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走来，紧接着惊呼声此起彼伏：“哇，好美！花宗百花仙子、碧水宗水柔仙子、合欢宗姬飞烟，灵域最顶级的绝色天骄们，竟然齐聚于此，莺莺燕燕，香风阵阵。尤其是那百花仙子，虽蒙着面纱，却难掩倾世容颜，一双美眸更是第一时间落在了你身上。相比于粗鲁狰狞的刀疤虎，此刻白衣飘飘、神态自若的你，无疑更加吸引这些天之娇女的目光。这一幕让刀疤虎心头妒火中烧。虎哥，千年道子细皮嫩肉的，你等下可别弄伤人家了。合欢宗姬飞烟娇滴滴的喊了一声，更是火上浇油。刀疤虎狞笑道：“姬仙子放心，在下一定留他半条命。”他转头死死盯着你。莫千年，如今诸位仙子都到场了，咱们也该开始了吧？开始吧。你淡然一笑，背负双手，一步步走上擂台，没有拔剑，没有蓄势，你就那样随意的站着，甚至连正眼都没瞧那一身肌肉疙瘩的刀疤虎。这一刻，万众瞩目，你才是这舞台唯一的主角。看到这一幕，不少人倒吸冷气，暗道你这人未免太狂妄自信了。就连剑凌霄都微微摇了摇头，虽然他觉得刀疤虎不是自己的对手，但他要赢也必须拿出真本事。
而你不过才筑基几天，竟然如此拖大，难道你觉得打赢了他二师弟就筑基境无敌了吗？选品筑基可远不是黄品筑基能比的，更别说刀疤虎还是大刀门全力培养的道子，只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知天高地厚。一旁水柔仙子也是不解，这位道宗新道子似乎太过年轻了一点。姬飞烟则露出一抹看笑话的神色，昨晚他被你整了一顿，心里正憋着火，如今见到你这么拖大，他简直乐开了花。倒是百花仙子一双美目露出一抹思索之色，心中隐隐有了猜测，如果是别人，他会觉得是拖大，但见到你的第一眼起，就觉得此人不简单。你或许不是选品筑基，事实上，道宗在灵域的地位一直都排前3，道宗的新道子自然也引起所有人注意。正因为道宗的地位，其道子极有可能是与他一样的地品筑基，他才有兴趣来此。莫千年，你什么意思？你要空手跟我打吗？刀疤虎冷喝出声，脸上怒火涌现，打你还用不着武器。闻言，你淡淡开口，随后右手伸出中指，对准刀疤虎，淡然道：“一招败不了你，我认输。”话音一落，周围众人皆惊，尤其是刀疤虎等大刀门的弟子，个个面色涨红，愤怒地瞪着你。莫千年，你好胆！既然如此，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我要你给我跪下求饶！刀疤虎暴跳如雷，他手握大刀，猛然一跺地面，整个身形如炮弹般冲天而起，刀锋划破空气，带出凄厉的嘶鸣声，仿佛要将你一分为二。刀疤虎昔日筑基灵海3500丈，又修炼了2年，这一刀的威能超过100万巨力。然而你眸光平静，面对迎面劈砍而来的刀刚，你没有躲避，反而伸出食指与中指向前猛然一夹，就像是夹筷子一般轻松随意。道宗弟子在惊呼，这种行为在所有人眼中都是自寻死路。刀疤虎更是露出狰狞的笑容，他的大刀采用千年寒铁铸造，锋利无比，更何况是一个区筑基初期修士的血肉之躯，你简直就是狂妄到找死！咔嚓，下一刻让所有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只见你的双指竟轻易夹住大刀的刀刃，将其死死卡住了，超过100万的距离也被轻易的卸掉，没能让你倒退一步。怎么可能？刀疤虎瞳孔收缩，满脸不信，他想要抽回大刀，可是发现大刀根本纹丝不动。这就是你的实力，太让本道子失望了。你摇头失望，随后手指向下用力一按，砰！一道闷响传来，众人循声望去，只见刀疤虎已经直挺挺地跪在了地上。这怎么可能？刀疤虎一脸骇然，他堂堂大刀门道子，竟然就这么跪在了别人面前。他努力起身，想挣脱你的手指，但他越用力，那2根手指却越宛如山岳一般坚硬。再起，刀疤虎额头青筋暴起，浑身真元运转到极致，头顶甚至浮现出3000多丈的灵海虚影。但很快，他便感受到了绝望，你那2根手指仿佛蕴含了万钧之重，他倾尽全力，居然还无法移动半点。这观战的所有人都震惊了，一些本来坐着的人都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瞠目结舌。我该不会眼花吧？一名弟子呆若木鸡，怎么可能？姬飞烟也愣住了，美眸睁得老大，大刀门的弟子们更是嘴巴张得老大，下巴都快砸到脚背上。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看到了大刀门的道子，选品筑基的刀疤虎被你这个刚筑基2天的新道子用2根手指就碾压了。地品筑基剑凌霄、水柔仙子、百花仙子等人看到这一幕，已经完全确定了心中的猜测，道宗道子莫千年竟然真的是地品筑基，他竟然这么强！剑宗的2师兄王天一彻底傻眼了，他万万没想到你竟然如此强大。现在看来，上次败给你还是你放水了。道子牛掰，我当初一看大师兄就是地品筑基的料，哈哈哈！道宗弟子先是寂静了一瞬，随后一片欢腾，个个振臂高呼：道子加油！打爆大刀门道子，让刀疤虎给2师兄跪下道歉。一时间群情激愤，就连守卫擂台的几位道宗长老，老脸上也挂满了笑容。你的表现同样出乎了他们预料，与道宗弟子的兴奋不同，大刀门的弟子此刻则是神情沮丧，被碾压的可是他们宗最强的道子，特别是刀疤虎更是脸色惨白。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最引以为傲的大刀，在你2根手指面前如此脆弱。3天前你打伤了我的3师弟，今天你又打伤了我的2师弟，你终于开口了，你打他们的脸，就是在打本道子我的脸。啪！在所有人目光中，你一巴掌拍过去，狠狠打在了刀疤虎的脸上，顿时他的左脸颊迅速肿胀起来。众人倒吸凉气，一言不合就开始打脸，太霸气了，道子太帅了。一名道宗女弟子眼冒星光，对，就应该打他脸，打得好！道宗弟子兴奋异常，之前的憋屈此刻全部都发泄了出来。大都打得好！2师兄也大喊了起来，虽然脸肿得跟馒头似的，可依旧兴奋无比。道子可是在为他报仇啊！啪！你又是一巴掌扇出，刀疤虎另外一侧脸颊也肿成了猪头。我的脸！刀疤虎凄厉哀嚎，脸皮太厚了，打得本道子手都痛。2师弟，你来打！好嘞！2师弟愣了下，赶忙上前，一下子就生龙活虎起来，抡圆胳膊对着刀疤虎一阵猛抽，啪啪啪啪，刀疤虎被抽猛了。而围观的众人此刻都看傻了。够了！道宗道子，大刀门一位长老终于忍不住怒喝道：“这是一位元婴老怪物，正是刀疤虎的师尊。你是谁？敢管本道子闲事？你斜睨了那元婴修士一眼，淡漠道。”这话一落，周围的众人都惊呆了。卧槽，这么拽，那可是一尊元婴修士啊！你竟然敢这样对他说话！果然，听到这话，那位元婴修士怒了。小道子，竟敢挑衅元婴大修士，你家长辈就没有教你敬重前辈吗？说罢，一股强横的气息从他体内冲出，席卷整座广场。然而你并不以为意，甚至就连2师弟都没有理会他，继续手上的动作。果然，还没等这位长老出手，一根手指便自虚空中点出，刹那间一股浩瀚无比的气息轰然炸开。砰！大刀门的元婴长老
号，身躯一震，直接被击飞出去数百米。年轻一辈鄙视，你个老家伙插什么手？冰冷的声音传出，让大刀门的所有人心神俱震。一招击败元婴长老，出手的是道宗一位站在巅峰的至强者。你笑了，这个声音你很熟悉，除了你那护短的师尊之外，又还有谁？同辈争锋，生死各安天命，老一辈插手，必定被群起攻之，这是整个灵域不成文的规矩。大刀门的元婴长老从地上爬起来，敢怒不敢言，深深地盯着你，最终一跺脚，拂袖离去。不过在离开之前，他还是冰冷开口：“他是我大刀门的道子，此事不要做得太绝。你懒得理会，反正已经奏了，想报复随便来，你怕什么？”啪啪啪啪啪啪，二师弟越打越兴奋，将刀疤虎的两边脸颊打得比猪头还惨。别打了，别打了！刀疤虎鼻青脸肿，惨叫连连，终于求饶起来。你见状，嘴角微勾，总算是为自己的两位师弟出了一口气。还记得你说的赌约吗？现在跪在我二师弟面前道歉。你淡淡开口，这话一出，全场顿时一静，所有人都幸灾乐祸地看向刀疤虎。平日里嚣张跋扈惯了，如今踢到铁板，倒是让人喜闻乐见。混蛋，恶闺女平啦！混蛋，我跟你拼了！刀疤虎愤怒咆哮，想要翻盘，砰砰砰！但是他却连你一巴掌都挡不下，再次被打趴下了。刀疤虎彻底崩溃了，看到你眼中的森寒之后，他还是选择乖乖地向道宗二师兄磕头道歉，一脸委屈。他是刀疤虎啊，堂堂大刀门道子，居然给一个比他弱的人跪下道歉，这简直让他羞愤欲死。行了，滚吧，剑差不多了。你摆了摆手，大师兄牛逼，大师兄牛逼！二师兄一脸崇拜地看着你，刀疤虎则带着一肚子怨气，狼狈而逃。在打跑刀疤虎之后，你呵呵一笑，将目光放在了剑宗弟子的方向。剑宗道子剑凌霄则一脸阴沉，凌霄兄，你不是之前说要挑战我吗？现在我刚好有时间，要不比试比试？你忽然提议道。剑凌霄脸色难看，但还是硬着头皮开口：好，不过我现在正处于突破关头，不宜动气，要不明日再战。哗！剑凌霄话音落下，周围弟子便炸开了锅。突破？他好意思吗？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既然如此，你摸了摸下巴，笑眯眯开口：那我就等你突破完再和你打。剑凌霄比刀疤虎要强，突破到筑基中期必然更强，在别人看来不公平，可在你眼中不过如此。剑凌霄冷哼一声，转身就走。还有谁要挑战本道子的没？你环顾四周，朗声问道。闻言，众人你看我，我看你，均是摇头。连刀疤虎都败得如此凄惨，谁还敢上台自取其辱？哎，本道子真是太优秀了。看着无人敢应战，你忍不住叹息一声。众人嘴角抽搐，你确定你不是在装？既然无人挑战，那本道子先撤了。诸位在道宗过得愉快。说完，你潇洒离去，留下众人呆滞在原地。夜幕降临，月光笼罩皇宫，西窗前一道曼妙身影伫立，身穿白色长裙，赫然正是大素公主苏雪瑶。她遥望星空，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就在这时，一道温润的声音响起，伴随着脚步声，你迈步走入房间。公主似乎是在等我。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苏雪瑶眼中露出一抹惊喜。不过在她转身面对你之时，神色已经恢复了平静。知道今天有人要出现在我身边，我又如何可以安心睡觉？苏雪瑶悠悠地道。你淡淡一笑，在她对面坐下，道：一年未见，你的变化好大；一天未见，你倒是没什么变化。两人相视一笑，气氛顿时缓和下来。今天是我的生日，你准备礼物了吗？苏雪瑶轻笑，眼神有些狡黠。你一愣，挠脑袋道：于公主而言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可于我而言却只是平常的一天。要是每天都准备礼物，岂不是要累死我？闻言，苏雪瑶扑哧一笑，旋即收敛笑容道：你倒是挺坦诚，我们之间还需要藏着掖着吗？你耸肩道：那这样吧，你昨天回去之后，应该也绘了一张我的画像吧？要不就把这个当成我的生日礼物。苏雪瑶笑盈盈道。你有些尴尬，干咳一声道：怎么会没画？说完，你拿出了新的画像，递给了苏雪瑶。苏雪瑶满意一笑，伸手接过。当她打开画像之后，先是微微一愣，随后脸上浮现一抹红晕。原来这画上正是她帮助你天道筑基，两人双修时的模样，惟妙惟肖。公主，你这副模样好可爱哦。你嘿嘿一笑，调侃道。苏雪瑶俏脸通红，娇嗔瞪了你一眼，油腔滑调，随即小心翼翼地收起画像，脸上笑容灿烂。你却是看呆了，尤其是苏雪瑶俏脸泛红的样子，更是让你感到惊艳。公主，你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片刻后，你突然认真地赞叹一句：是吗？苏雪瑶嫣然一笑，笑靥如花。我收了你礼物，那我也送你一个礼物吧。苏雪瑶忽然说道，随即取出一块玉佩，玉佩晶莹剔透，蕴含着强烈的灵气。这是几年前父皇赐予我的生日礼物，名为玄灵玉佩，可以提升佩戴者约3成的修炼速度，仅限于筑基境。3成？你神色一震，提升3成修炼速度，这是什么概念？毫不夸张地说，这块玉佩若出现在灵域，会引起无数强者出手争夺。公主，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苏雪瑶摆手打断道，比起你对大素的帮助，这点礼物又算得了什么？你如果不用，我就给别人了。你闻言不再矫情，直接将玉佩收下，戴在胸口。果然发现自己的修炼速度增加了许多。你感慨道，我帮助公主果然是最好的回报。这才仅仅几天，公主便送我如此珍贵至宝，等未来公主执掌天下，我岂不是要飞黄腾达？听到你的话，苏雪瑶柔声道，执掌天下我从未想过，我最大的梦想便是大素子民安居乐业，天下太平而已。说着，苏雪瑶目光望向墙上的地图，你看过去，发现地图有了变化，五国联合攻打大赵帝国了。你有些惊讶。苏雪瑶轻轻颔首，美眸深处闪烁着担忧之色。大赵帝国这个位置，只要不是最强帝国，那么必然要覆灭。只是没想到战争来得这么快。你点了点头，开始琢磨了起来。你看出了什么？苏雪瑶好奇道。公主想知道什么，你却卖起了关子。不久前大赵帝王请求我大素支援，我想知道，如果我大素全力支援的情况下，大赵还有救吗？苏雪瑶轻启朱唇，缓缓说道，在没有
其他势力干预下，大赵的覆灭已成为定局。即使大宋全力支援，也不过多撑几年罢了。你摇了摇头，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再好的计谋也无济于事。连你也认为大赵覆灭已成定局了吗？如今朝堂之中已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应该不支援，另一派则认为应该出兵，趁机攻占一部分土地。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做？苏雪瑶美眸注视着你，声音夹杂着期待。你微微一笑，神秘道：“公主，我认为应该出兵。”出兵？苏雪瑶秀眉微蹙，趁人之危，这样的行为在她眼中是很不耻的。哈哈哈！公主似乎对我有些失望。见状，你爽朗一笑，你说呢？苏雪瑶白了你一眼，闻言，你淡淡一笑，道：“公主应该是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说的出兵，可不是趁火打劫。”苏雪瑶诧异道：“那你的意思是支援大赵？”你道：“苏雪瑶愣住了。所有人都明白大赵必覆灭，这时候支援也无济于事，只会白白折损大宋的实力。你摇头道：“谁告诉你大宋要白白折损实力了？短期看的确如此，但从长期看，这是大宋崛起的最好时机。崛起最好时机。”苏雪瑶越听越糊涂，你倒是把话说清楚。你呀，怎么还是跟之前一样笨？你再次敲了敲苏雪瑶的额头，快说快说，别卖关子了。苏雪瑶急迫道：“嗨嗨！”你轻咳一声，继续道：“公主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苏雪瑶反复咀嚼这句话，随后脑海灵光乍现，恍然大悟道：“你的意思是借此收拢民心，壮大自身，孺子可教也。”你竖起大拇指，含笑道：“公主冰雪聪明，一点就通。”顿了顿，你继续道：“出兵援助大赵，我们会得到3个好处。之前6国攻大宋，大赵退军，间接导致联盟瓦解。从某个方面来说，是大宋欠了大赵一次人情。至少大赵子民会这样想：如果大宋不出兵帮助他们，或者趁火打劫，那么在大赵子民看来，大宋便是忘恩负义。无数子民宁愿投降，也不会投靠大宋，会被天下所不齿。而大宋出兵援助大赵，不仅仅是还了之前的人情，更加重要的是获取了大赵子民的人心。如此一来，即使战败，大赵的绝多数子民与财富都会迁移到大宋来，他们会把大宋当成他们第2个家，并且痛恨毁灭了他们国家的敌人。到时候，大宋出兵攻打其余5国，这些大赵的子民为了报亡国之仇，便会全力以赴，增强大宋战力。你娓娓道来，将利害关系给苏雪瑶细细讲述。苏雪瑶竖起大拇指，高，实在是高。我刚刚也想到了这个方面。那还有2个好处是什么？你微微一笑。第2个好处就是为大宋变强争取时间，同时拖延5国进攻的步伐。如果大宋不出兵，那么大赵坚持不了多久，甚至不到1年就投降。这个时候5国联军士气如虹，正是最巅峰的时刻。这种情况下，5国联军轻而易举灭了大赵之后，可能并不会休生养息，会一鼓作气进攻大宋。而大宋出兵援助大赵，即使最终无法守住，也会使战线拉长，延续数年之久。最终5国占领大赵，也或多或少有不轻的损失。这个时候他们的士气也不会那么强，打了好几年仗，将士们也都想回家，加上需要接管掌控新的地盘，短时间内不会对大宋动手。你每说一句，苏雪瑶的表情就惊讶1分，考虑的太全面了，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到这么多的。听他这么一说，大宋就不得不出兵了，也只有出兵这一条路了。第3个好处是什么？苏雪瑶追问道。这第3个好处，你的声音突然停了下来。苏雪瑶看过去，怎么又卖关子？话还没有说完，他也停了下来，因为你刚刚站立的地方，此刻已经空无一人了，依旧没有丝毫预料就消失了。下次见面，怕又是1年之后了。莫千年，谢谢你。望着你消失的位置，苏雪瑶喃喃自语，这份感激他记下了。我靠，竟然没有说完就醒过来了。不过前面说的也应该足够了，希望一切顺利。睁开双眼，你暗暗嘀咕一句，嘴角勾勒一抹笑意，随后拿出那块苏雪瑶给你的玉佩，果然带回来了，提升3成修炼速度，简直逆天了。看着手里晶莹剔透的玉佩，你满意的点点头。起来之后，你按照习惯再次为苏雪瑶画了一张画像，正是其嫣然一笑时的模样，真美，比仙女还要漂亮。你忍不住称赞一句，随后将画卷收起，朝着道子殿外走去。刚走出门，你就看到了一道戴着面纱的身影，静静地坐在院中，目光眺望远方。百花仙子，她来这里做什么？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如今灵域正道第1天骄间第1美人，花宗道子百花仙子。听到脚步声响起，百花仙子收回视线，缓缓抬头看向你。这是你第1次近距离注视百花仙子，虽然看不到其容貌，但仅仅一双眼睛便让人觉得惊艳。白皙的皮肤，精致的五官，玲珑的娇躯，婀娜多姿的身材，无一不散发出一股独特的魅力。尤其是她的气质，温柔婉约，如同一朵盛开在山谷中的幽兰。不愧是灵域第1美女，即使是妖娆如姬飞烟，温柔如水柔仙子，在其面前都略微输了一筹。在你见过的人中，也只有梦中少女苏雪瑶可以压其一头了。百花仙子，你找我何事？片刻之后，你率先打破平静，看着百花仙子，淡淡问道。百花仙子沉吟片刻，轻启红唇，你今天可以不与剑凌霄比试吗？你眉头微皱，不悦道。百花仙子，这是什么意思？你难道是怕我打败剑凌霄，让他出丑？千年公子，你误会了。剑凌霄昔日差一点地品筑基，灵海在9000丈左右，他要是突破到了筑基中期，我怕你。百花仙子欲言又止。百花仙子似乎不是为剑凌霄说情的，我与仙子似乎并没有什么交好，仙子又为何会担心我会输？你不明所以。道子级天骄一般不轻易决战，因为落败者极可能影响到心，自毁前程。千年公子乃是地品筑基。
击，我不想看到公子你落败。花仙子低垂真手，即使这样，我输不输，好像都不是仙子担忧的问题吧？你挑眉反问道。花仙子一怔，随后道：千年公子，你如今已是地品筑基，你的对手应该是魔宗道子叶苍兰，以及灵域之外各大域的地品筑基。你与剑凌霄一战，不管输赢都不值得，赢了也只是地品筑基欺负玄品筑基，要是输了，我怕你道心受损。届时天道大会，我灵域实力必然又会削弱一番。花仙子的一番言辞不无道理，地品筑基打玄品筑基，赢了是理所应当，输了则是名誉扫地。你点了点头，你说的对，我就是赢了剑凌霄，也没人觉得意外。见你点头，百花仙子松了一口气，以为你听从了他的意见，可你下一句话却让其一愣。可是我早看他不爽了，想狠狠地揍他一顿。说完，你淡淡一笑，从百花仙子身旁走过，从容不迫地前往擂台。道宗比武擂台，此刻已是人山人海。剑凌霄站在擂台中央，静静地等着你的到来。擂台下方，各宗弟子已经齐聚，就连昨天落败的大刀门道子刀疤虎也来了，不过他的脸上缠着绷带，看起来尤为搞笑。水柔仙子与姬飞烟等人都到齐了，要见证今天剑凌霄与你两位道子之战。剑凌霄的目光看向花宗弟子处，当没有看到百花仙子的身影时，他的眉头微微一皱。在你位筑基之前，他剑凌霄乃是灵域正道5宗排名第2的道子，与百花仙子并列绝代双骄。一直以来，他都在追求着百花仙子，并且认为灵域除了自己没有人可以配得上百花仙子。道子来了，随着道宗弟子的呼唤，一袭白袍的你含笑走来，身影飘逸潇洒，犹如谪仙降临世间，引得众人纷纷侧目。剑凌霄看过去，可很快眼神便阴冷了下来。他看到了什么？他竟然看到了百花仙子走在你的身后，与你一起走来。剑凌霄心中充满愤怒，但表情仍旧镇定。他看向你，淡漠地开口道：你终于来了。本道子来了。你淡然答道，丝毫不把剑凌霄放在眼里，仿佛根本没有察觉到剑凌霄的敌意一般。我已突破至筑基中期，你还敢与我一战吗？剑凌霄语气冷冽的道。周围空气骤然下降，你耸耸肩道：不与你一战，本道子来这里做什么？剑凌霄闻言深吸一口气，尽量保持平静，但内心依旧被愤怒填满。既然来了，那就废话少说，动手吧。剑凌霄懒得再浪费时间，冷哼一声，体内真元瞬息爆发而出，形成恐怖威势，笼罩整个擂台。果然是筑基中期，感受着这股强悍的真元波动，场下传出阵阵哗然声。剑宗道子果然有点实力，仅仅22岁就达到了筑基中期，不愧是灵域排名第2的天骄。不，你们道子之前是老2，不过现在是小3了。以上排名皆不计入邪道4宗。道宗道子莫千年虽然是地品筑基，可刚刚踏入筑基，这剑凌霄已踏入筑基中期。他虽是玄品筑基，但乃是9000丈灵海，胜算极大。我看不见得。我们道宗道子18岁地品筑基，天赋无双，他既然敢应战，自然会赢。别说各宗弟子，就连高台上的各宗长老都在嘴上交战，毕竟这关系到宗门荣辱，谁都不希望自家弟子落败。在道宗弟子的呼声中，你一边招手一边踏上了擂台，仿佛你是来演讲的，而不是来决斗。那随意的模样令剑凌霄更加愤怒了几分，恨不得马上将其击败，将那张脸踩在脚下。嗡，剑鸣铮铮，剑凌霄拔剑了，一柄寒冰长剑握于手掌之中。莫千年，你准备好了吗？剑凌霄沉声喝道。你不是废话，没准备好本道子上擂台干嘛？你翻了翻白眼。莫千年，谁输了就大喊我是废物，你敢答应吗？剑凌霄冷喝道。既然你要叫自己是废物，那本道子自然洗耳恭听。你摊了摊手，显然对于自己的实力非常自信，你似乎觉得赢定我了。剑凌霄冷声反问，旋即右手紧握，长剑震颤嗡鸣，请把似乎觉得去掉，谢谢。你笑盈盈的道，开盘喽，开盘喽，买大师兄胜100赔1，买剑凌霄胜1赔100喽。突然，道子弟子方向，道宗的二师兄此刻却是开起盘来了。颇为搞笑的是，他的脸上与刀疤虎一样缠着白色的绷带，此刻却乐呵呵的记账100赔1，这在他眼中，自家道子就是必胜的。我买道子胜，我买50颗下品灵石，我们道子胜，我买1滴筑基灵液。一瞬间，道子弟子几乎全部压住自家道子你赢。这一幕让其他宗弟子看得目瞪口呆，让剑凌霄与剑宗弟子看得气急败坏。我压我们剑宗道子胜100颗下品灵石，剑宗弟子坐不住了，有人走了过来压住，有了第一个，自然有第2个、第3个、第4个，一下子剑宗弟子几乎全部压住了，也是压自家道子剑凌霄胜。道宗二师兄乐呵呵的记着，这对他来说可都是白赚的资源啊。至于输，自家大师兄怎么可能输？嗨嗨，二师弟有福同享吗？你轻咳一声，缓缓伸出3根手指。大师兄，我怎么可能忘了你呢？二师弟呵呵笑道，伸出了4根手指，那就好。你脸上带着莫名的微笑，放下了1根手指，只伸出2根手指。二师弟看到2根手指，只觉得脸上的伤疤又痛了起来，让他龇牙咧嘴的。莫千年，你这是不将我放在眼中吗？剑凌霄忍不住了，大吼一声，体内的真元疯狂涌动，朝着你轰杀而去。面对如潮水般汹涌而来的剑凌霄，你只是微微一个侧身，便轻易地躲过了一记重击，一击扑空。剑凌霄调整方位，持剑横扫而去，剑刃上闪烁森寒光芒，携雷霆万钧之势斩向你脖颈。你后退一步，又轻而易举地躲过这一击横扫，甚至连衣服角都没碰到。剑凌霄咬牙切齿，双眸血红，再次冲了上去，挥剑斜劈，速度极快。你伸手一把抓住剑凌霄持剑的手掌，然后另一只手一掌拍向其胸口，砰的一声闷响，剑凌霄顿时被拍飞，撞碎数块地板砖才停下。他艰难爬了起来，吐出一口鲜血，脸庞煞白，而他手中的剑早已落到了你的手中。好剑，我就笑纳了。你呵呵笑道，拿起剑直接往储物界扔了进去。这围观的强者全部都懵了，即使是觉得自家道子必赢的道宗弟子都目瞪口呆。本来以为你即使可以赢剑凌霄，也要打得石破天惊，过上百招，谁知道剑凌霄一招都过不了，这完全就是吊起来打。百花仙子也是露出惊讶的目光，
你的实力似乎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料，难怪他有如此自信。这家伙这么强的吗？姬飞烟美眸瞪圆，小嘴半天才合拢了一些。如果吸收他的元阳，莫千年你还没有赢。剑凌霄擦拭嘴角的鲜血，脸色涨红，低喝一声，轰隆隆，天空上乌云密布，剑凌霄头顶浮现一片灵海虚影，足足9300丈。这是一幅惊人的异象，灵海虚影橙紫颜色，散发淡淡的威严与霸绝气息，让人感到敬畏。选品巅峰品质的筑基，差一点便可破万丈。踏入地品筑基，可惜筑基之时没有回头路，无法退出等下一次筑基，真是可惜了。轰隆隆，灵海虚影凝聚成型，散发浓郁的灵气波动。雷霆百斩，剑凌霄手中又出现了一把紫色宝剑，品质更加强大，足以引动万钧雷霆，化作紫色雷霆巨剑，猛烈无比，朝你狠狠劈下。咻咻咻，漫天的紫色雷霆剑气爆射而出，撕裂虚空，威势滔天，是剑宗的3大绝学之一。剑凌霄凭借这一剑，已经可以击败筑基后期了，不愧是剑宗道子，实力的确强大。不知道道宗道子是多少万丈的地品筑基，恐怕不太好接下这一剑。高台上的长老开始议论了起来，皆是认可了剑凌霄道子威武，剑宗弟子纷纷呐喊助威起来。然而你只是站在原地，神色淡漠，任由那恐怖无比的剑芒落下。嗡，一层金色的护盾出现在你身体周围，将那漫天紫色雷霆尽数挡下。剑凌霄的攻击虽然凶猛无比，但却未给你造成丝毫伤害。怎么会？剑宗弟子脸上的激动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满脸愕然。这是什么护体功法？如此变态！有人惊愕，就连高台上的长老都有些不确定了起来。这是金钟罩。有人迟疑，声音却有些不敢相信，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不是金钟罩太强，而是基本人人都会啊，就是调用体内灵气凝聚成一个护盾罢了，毫无含金量。护盾强弱全凭本人的灵气量有多少。这种烂大街的低级护盾功法，真有这么强的防御威力吗？轰隆隆，紫色雷芒依旧肆虐，疯狂轰炸。然而你周身的护盾纹丝不动，稳若泰山，任凭紫色雷芒如何轰炸都没事。卧槽，金钟罩什么时候这么强了？这简直跟我修炼的不一样了。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升级版？一些弟子惊叫起来，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修炼了假的金钟罩。叮叮当当，剑气不断斩下，却依旧奈何不了你丝毫。最终，剑凌霄累得喘气吁吁，浑身都冒汗，灵气耗费巨大。呼哧呼哧，剑凌霄剧烈喘气着，额头汗珠滑落，显得很吃力。你则依旧风轻云淡地站立着，仿佛你的灵力都用不完一般。金钟罩之所以低级，并不是因为其防御效果不行，而是开启金钟罩之时要消耗巨量的灵气，在面对同阶对手之时，没开几个呼吸的时间，灵气消耗就见顶了。而你竟然开了这么久，你背负了一个移动灵泉不成？他到底是多少万丈的灵海？怎么会拥有如此多的灵力？姬飞烟与水柔仙子等人都是惊讶地张开小嘴，震惊无比。百花仙子眼露异色，即使她是地品的筑基中期，此刻也有些看不透你。至少面对高一个境界的剑凌霄，她无法做到稳胜，更加别说如此从容不迫。只能说你的灵海品质还要在他之上，甚至要高得多。莫千年，你要当缩头乌龟吗？剑凌霄接近崩溃了，他的话语刚说完，你便动了，随便陪你玩玩而已。只见你脚步一跨，瞬间接近剑凌霄，随后一拳轰出。这一拳朴实无华，大道至简，平凡至极，却蕴藏着莫测的力量。这一拳让剑凌霄生出一股避无可避的感觉，整颗心脏都紧绷了起来。他想逃避，但根本无处可逃，因为那拳头已经出现在了脸上。别打脸！剑凌霄还没有说完，脸上便挨了重重的一拳。砰！这一拳结结实实的砸在他的右脸颊，让他惨嚎一声横飞了出去，摔倒在擂台边缘。噗！剑凌霄一口鲜血喷出，脸颊肿胀了起来，牙齿都掉了2颗。嘶！众人忍不住倒吸冷气，有的人甚至伸出手捂住了自己的脸。太棒了，又多了一个猪头。最兴奋的莫过于道宗二师兄，对你的崇拜更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刀疤虎摸了摸自己的猪头脸，又看了看剑凌霄的凄惨模样，似乎觉得你昨天已经是手下留情了。嗨嗨咳！剑凌霄剧烈咳嗽着吐血，艰难爬了起来。你再次迈出了一步，来到了其面前，淡淡开口：“你败了。”简简单单的3个字，却好像又一记响亮耳光扇在了剑凌霄脸庞上。特别是他还是在万众瞩目之下成为了你的踏脚石，还是在灵域最美的3大仙子面前狼狈落败。这无疑又是一场羞辱，赤裸裸的羞辱，让剑凌霄感受到深深的屈辱感。为什么？为什么你会出现在灵域？为什么你会这么强？剑凌霄连续问了3个为什么，他不甘。本来他才是灵域最配得上百花仙子的天之骄子，但现在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从不觉得我有多强，因为我知道还有比我更强的人。你淡淡回答，身为天道筑基，你并没有膨胀，因为你知道天道筑基并不止你一人独有。梦中世界，人人皆可先天10重天，即使达到天道筑基的少之又少，但绝对不止苏雪瑶一人，对吧？就好比天道筑基拥有成圣之机，可是圣者又是天地间最为强大之境界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百花仙子呢喃着这一句话，却是突然发现，她越看不透台上的白袍青年。他明明才18岁，正是天骄年少之时，拥有如此实力，应该无比张狂，却又很是沉稳。剑凌霄够强了吧？可他百花仙子比剑凌霄更强，他自己身为灵域正道第一天骄，是不是就可以膨胀了？不，虽然魔宗道子叶苍兰名声极差，但百花仙子明白，他对上叶苍兰胜算不会超过3成。叶苍兰很强了，灵域第一人，可是整个北境大陆州域上百个，他又敢说同境无敌吗？他真的只是地品筑基吗？百花仙子看着你，这一刻他的心中出现了一丝不切实际的猜想。你输了，该履行你的承诺了。所有人都听着呢。你再度提醒了一句，让剑凌霄神色一变。
开战之前，他亲口说的，谁输了就要大声说我是废物。本来他以为胜券在握，一个境界的压制下，就算你足足拥有3万丈灵海，也不可能战胜他。可没有想到，你实力会如此强大，强大到了令他毫无反抗之力。若是当着整个灵域修士的面，大声喊自己是废物的话，他见凌霄以后还怎么混？莫千年，你欺人太甚了！见凌霄咬牙切齿地说道：“我欺你什么了？那可是你自己提的要求。”你一愣，满是诧异地说道：“既然是你主动提出的，那就按照规矩办事。我这个人很讲究诚信的，你已经赢了我，还想怎么样？”见凌霄气得脸色铁青，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怎么，愿赌服输？你想耍赖？你挑眉，大家可都看着你。见凌霄气急，指着你，半天憋不出一个字。周围众人则是议论纷纷，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丢人！就连剑宗的元婴长老都看不下去，脸色铁青的离开，不愿意继续待在这里被看笑话。剑宗弟子们也是面红耳赤，不知道是觉得丢脸，还是因为自己压剑凌霄胜而输光了自己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小金库。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道宗弟子的狂欢，就连道宗的长老都乐呵呵的摸着下巴，哈哈，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活该，就是自找苦吃，怪谁呢？我就喜欢看他装逼失败的表情，真解气，哈哈，我就知道我们道子是无敌的，虽然我只压了100块下品灵石，只能赚1块，但蚊子再少也是肉啊！道宗弟子一阵哄堂大笑，让原本就愤怒至极的剑凌霄直欲疯狂，他双眼通红，死死盯着你。剑凌霄，愿赌服输，不要忘记了你自己的话，否则我不介意帮你一下。你微笑开口，你虽然在笑，可在剑凌霄眼中却仿佛如魔鬼一般，让他毛骨悚然。剑凌霄不傻，他明白你口中所谓的帮的含义，用拳头还是脚？我是废物。剑凌霄几乎是咬着牙，低吟出声，声音这么小，根本听不到啊。话说你们可以听到吗？你转头望向四方，笑眯眯地说道：“听不到。”四方顿时一片喧哗，每个人的嘴角都挂着戏谑的笑意。大家听不到，你再大点声，你催促，眼神玩味。剑凌霄浑身颤抖，紧紧咬住牙关，再次吼出：“我是废物，还不错，知道认清自己的定位。”你拍手称赞。剑凌霄的身体颤抖得越发厉害，红着眼睛瞪了一眼你，悻悻离去。今日的耻辱他记住了。待剑凌霄走远，擂台之下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和喝彩声。哈哈，痛快，太痛快了！剑凌霄居然认怂，哈哈哈，笑死我了！我早看他鼻孔朝天的模样不爽了，还是道子牛逼，打得剑凌霄找不到东南西北。哈哈，剑凌霄刚才是什么表情？就跟便秘似的，真特娘的解气！众人议论纷纷，许多人望着擂台之上的你的目光中充满了炙热。一招击败选品筑基巅峰的剑凌霄，还是越了一个小境界，而且简直不费吹灰之力，恐怖如斯。你的天赋怕是比起百花仙子只强不弱。就在你以为今天的事情尘埃落定之后，一声轻咳却突然传出，只见清玄道君出现在了高台之上，这让你右眼猛跳。按道自家师尊想干嘛？在灵域，化神强者可都是老怪物中的老怪物，寿命悠久，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闭关状态，轻易不会露面，除非见过清玄道君。就连高台上本来坐着的几位长老，此刻都纷纷站了起来，拱手抱拳，恭敬问候：“嗨嗨，诸位，老夫的唯一弟子莫千年的表现，大家都看到了吧？”清玄道君环顾四周，缓缓开口，他的语气很平淡，并没有多少威严。看到了，众人齐刷刷的开口，声音响亮，带着浓烈的崇拜之意。你的实力彻底征服了在场所有人，只有你心中咯噔一下，自己的师尊，这是要唱哪出戏？果然，下一秒，清玄道君开口了：“我的弟子天资绝世，长相又无比俊俏，性格温和，平易近人，乐于助人，乃是难得一遇的完美良婿啊！”你脸色一黑，你忽然想起之前清玄道君说过要给你去提亲，这是要把我卖掉的节奏啊！师尊，弟子，我家弟子脸皮薄，前些日子跟我说他喜欢花宗的百花仙子与碧水宗的水柔仙子，希望我替他提亲呢。清玄道君笑眯眯地打断了你的话，众人闻言先是一怔，随即反应过来，轰的一声爆炸开来，无数人惊呼，目光在你、百花仙子、水柔仙子三人身上来回跳转着。百花仙子微微一愣，美目注视着你，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水柔仙子先是一怔，她微微瞥了一眼你，其身影在阳光下显得是那样迷人，又脸色微红的低下了头。哎呦我靠，这么劲爆，不愧是大师兄，要喜欢就同时喜欢两个，啧，不错，有胆识，有魄力，够爷们儿，佩服佩服。众人议论纷纷，各种羡慕嫉妒的眼神纷纷落在你身上，让你哭笑不得。这是哪门子跟哪门子事啊？师尊，要坑弟子也不是这么坑的吧？你苦笑着道：“臭小子，百花与水柔都是1等1的美人，天资不弱，倒也配得上你。难道你2个还不满足？灵域10大美人你要娶9个？”清玄道君没好气的回应了一句，你闻言差点噎死。你敢肯定清玄道君绝对是故意的，绝必是故意的。花宗与碧水宗2位长老，不知道你们意下如何？清玄道君笑眯眯的看向花宗与碧水宗的2位长老，询问着2人的想法。2位长老对视了一眼，花宗的长老开口道：“贵宗道子的确天资无双，不过这等大事我等做不了主，这需要宗主来决定，也需要看看年轻人自己的想法。不错，若是他们互相喜欢，那便皆大欢喜。”碧水宗的那名长老附和道：“至少从他们2人的角度来看，是十分赞同的。道宗的实力不弱，你也的确可称绝世天骄，而且还是清玄道君唯一弟子，未来不可限量，好商量。老夫已与2宗宗主谈过了，他们十分赞同，只要百花与水柔2位仙子愿意，今日就可以定下亲事。”清玄道君抚须笑道：“卧槽，来真的，你猛啊！自家师尊动作这么
这么快，连两宗宗主都搞定了，这尼玛也忒夸张了吧？水柔，你对千年道子是怎么看的？百花，你觉得千年道子如何？两宗的长老皆是看向水柔仙子与百花仙子，询问着他们的想法。百花仙子眉目之中还有一些疑惑，从她早上与你的接触来看，你似乎并不是清玄道君所说的喜欢自己，甚至不能用喜欢，可以说用冷漠来形容。自己是灵域第一美人，又是地品筑基，被你如此无视，她本是不开心的。可随着清玄道君这么一说，她又有些迷茫了。而水柔仙子，她没有接触过你，只这2天见过你击败刀疤虎以及剑凌霄，但从这2次见面来看，你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天姿无双，英俊潇洒，举止投足透露着一丝洒脱，行走间风姿绰约，颇有一番风采。而所有人都在期待着2位仙子会如何回答。不知道道宗道子莫千年能否抱得美人归？眼见事情快一发不可收拾，你不得不站了出来。师尊，我已有喜欢的人了，别再打趣徒儿了好吗？你一脸无奈道。你的声音虽然不大，但在擂台上显得格外清楚。顿时全场轰动。卧槽，我们大师兄竟然有喜欢的人了，还不是百花仙子与水柔仙子吗？灵域还有谁可以入道子的眼？难不成是姬飞烟那个妖精？不可能，道子不是这样的人。牛掰！百花仙子与水柔仙子都拒绝，常人能得其一，已是10辈子修不来的艳福。不愧是道宗道子，道子还没有出过宗门，他喜欢的人肯定是道子的弟子，难不成是我吗？众人议论纷纷，目光却是火热异常，八卦之心升腾，恨不得将你扒光了研究个遍。这太刺激了！百花仙子与水柔仙子都是一愣，目光看着你这个白袍少年时，皆是微抿了一下嘴唇。每一个怀春的少女，或多或少想过自己的意中人会是一个绝世天骄，英俊潇洒，玉树临风。虽然他们并不是多了解你，但被如此优秀的少年天骄喜欢，心中自然会有窃喜感。在听到你说有喜欢的人的时候，他们内心之中竟隐隐生出一丝失落的感觉。这种失落感并不是因为自己不被你喜欢而失落，而是因为在你心中还有人比他们更加优秀的吗？你有喜欢的人了？是谁？为师为你把关。清玄道君眉头一挑，语气带着几分严肃问道。你张了张嘴，却说不出来。难道你要说你喜欢地人是在你的梦里吗？恐怕现在说出来了，明日整个灵域都知道道宗道子你脑子有问题了。师尊，弟子一心沉迷修炼，情情爱爱之事暂时不考虑，还望师尊谅解。最后你费了9牛2虎之力，才终于脱身，不至于被自家师尊拉去提亲。当你看着眼前的少女闺房之时，你知道你再次穿越了。你环顾一圈，并没有看到苏雪瑶的踪迹，但却听到了其声音。你来到窗边，朝外看去，一片鸟语花香的桃林旁边，有一座古色古香的阁楼，一条蜿蜒而下的小溪环绕着阁楼潺潺流淌。精致典雅的阁楼之中，苏雪瑶与一名男子相对而坐，两人正在轻声交谈。在他们周围有侍卫静静地站立着，显然是训练有素的将士，也让人不禁猜测这名男子的身份必定非同一般。男子身着一袭蓝衣，约莫25、6岁左右，容貌英俊非凡，气质温润儒雅，给人一种亲切温和的感觉。雪瑶，明天我就要离开，前往大赵去督战，不知道明年这个时候我能否赶回来？男子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无奈和不舍。此去路途遥远且凶险万分，一定要倍加小心保护好自己。我会在皇宫里等你回来。苏雪瑶的眼中闪烁着担忧和关切之情。你静静看着阁楼之中俊男美女，画面十分养眼，让你不由产生一种恍惚之感。突然之间，那个男子抬头看过来，你赶紧侧过身去，同时听到了那个男子的声音：雪瑶，你的房间里有人吗？紧接着，苏雪瑶有些紧张的声音传出：应该是我的侍女正在打扫房间吧。后面的声音你没有继续听了，你只是闭上眼睛，脑海之中回想着阁楼中的一切，那个男人的表情，眼中的目光。片刻之后，房间被人轻轻的推开了，苏雪瑶小心翼翼的走了过来。抱歉，我不知道今天你来这么早，所以没有准备好，刚刚耽误了一点时间，不知道你还能待多久。苏雪瑶轻声细语的道。你睁开双眼，苏雪瑶依旧是那么的美丽，美的令人惊心动魄。不过你没有说话，而是回到窗边，看向阁楼，那里已空无一人，显然都已经离开了。那个男人是谁？你皱眉道。看着你这个表情，苏雪瑶却是轻笑了起来，眼中满含笑意。怎么了？你吃醋了？苏雪瑶眨巴了一下水汪汪的大眼睛，调侃般的问道。你一滞，旋即摇了摇头道。公主误会了，我只是想知道那个男人是谁。苏雪瑶掩住嘴角，忍不住轻笑出声，回答道。好了，你不用担心什么，他是我皇兄大素的太子，我唯一的哥哥。苏雪瑶轻笑，看着你吃醋的模样，她心中却很是甜蜜。吃醋那是代表你是在意着自己的，不是吗？我看得出来，不过我问的不是你皇兄，而是他身边那个带刀的侍卫。他是谁？你认真道。侍卫？你问他做什么？苏雪瑶疑惑地看着你，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问一个侍卫是谁。他看你的眼神不对劲，你皱了皱眉头，缓缓说道。怎么不对劲？苏雪瑶道。你深吸一口气道。他看着你的眼神很痴狂，也很疯狂。痴狂？你的意思是他喜欢我？苏雪瑶一怔，不，已经不是喜欢了，那是一种欲罢不能，贪婪又炙热，仿佛随时可以将对方占为己有的目光。你皱了皱眉头，继续道。而且我还看到了隐藏极深的野心，那股野心就像是猛兽一样，随时可以将你吞噬。可是我与他根本就不认识呀。苏雪瑶瞪大了美眸，俏脸上写满了震惊。如果真如你所说，若自己落入那人的心中，那想起来就细思极恐。你不认识他，但他认识你。公主殿下，以你的美貌，世间有几人可以抵挡？一道，或许他从见你的第一面起就已经对你痴狂，只是苦于没有机会。但从他的眼神看来，似乎过不了多久，他就有办法得到你了。闻言，苏雪瑶的脸色变得苍白起来。若真如你所说，他的处境岂不是非常危险？当然，因为之前你与你皇兄在一起，有可能他看的不是你，或许是你皇兄也不一定。你又补充了一句，你说什么？苏雪瑶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有些愣神的看着你。嗨嗨，这只是我的猜想，不一定为真，但可以确定那个侍卫没有安好心就行了。你干咳一声，连忙岔开话题，让我想想，皇兄之前好像跟我提到过他的贴身侍卫，好像是西北王的一个儿子，名叫
司马同。苏雪瑶蹙起峨眉，沉吟着，等等，西北王的儿子，西北地区的王，姓司马，亦姓王。你抓住了关键问题，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你却看到了含金量爆炸的信息，同时将头抬过去，看着苏雪瑶房间中的地图，果然，你看到了西北王管理的领地。当看着其位置以及范围的时候，瞳孔不由得微微一缩，大事不妙！西北王司马错，乃是大肃第一勇士，骁勇善战，曾率兵打败大楚多次进攻，建立赫赫战功，在大肃的威望很高，也是大肃第一位异姓王。苏雪瑶将关于西北王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而越听，你越加深了心中的想法。你指着地图道：“西北王的疆域足有大肃1/5，且与大楚相邻。如果我猜测不错，此刻你大肃皇室应该压不住西北王了吧？”是。苏雪瑶秀眉紧锁，脸色凝重的点了点头。如果说是西北王刚刚册封的1000年前，那我大肃皇室的实力绝非西北王可以撼动。不过这1000年来连番征战，皇室强者战死许多，如今能压西北王的，整个大肃只有我的父皇一人，其他的王实力已都不如西北王了。苏雪瑶道：“难怪。”你若有所思的点点头。现在西北王野心勃勃，若有机会，必然会谋朝篡位。苏雪瑶还是有些疑惑，你说造反吗？若是没有正当理由，西北王想造反恐怕极难，毕竟造反人人唾弃，不仅要背负骂名，而且还要遭受大肃100万大军讨伐。况且有我父皇压着，给西北王100个胆子，他也不敢造反。你说的没错。你再度点头道：“西北王直接造反胜算极少，可是他若是以另一种方式来架空大肃皇室呢？以另一种方式来架空皇室？”苏雪瑶黛眉一挑，疑惑地看着你。如果，我是说如果你的父皇遇到了危险，重伤乃至于陨落，而你与你的皇兄还未成长起来，那么这个时候，西北王以秦王之名挟天子以令诸侯，架空夺走属于皇室的权势，你们兄妹2人拿什么阻止西北王？你分析道：“不可能，父皇武道通天，修为超凡入圣，他怎么可能遇到危险？”苏雪瑶不愿相信，大概在他心中，他的父皇是无所不能，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我知道你的父皇实力强大，但我想大楚帝国之中肯定有与你父皇实力相当甚至更强的敌人。你轻声道：“如果你父皇与大楚的强者对战之时，西北王搞点小动作，比如透露行踪、下毒、背后偷袭等等，你觉得你父皇能够全身而退吗？”你说的虽然残酷，但却很合理。苏雪瑶陷入了沉默。可是，如果西北王真有如此野心，为什么之前为楚救肃之时，他不仅没有捣乱，反而全力支持呢？苏雪瑶疑惑道：“原因很简单，那个时候大肃岌岌可危，大肃面对他西北王自然无处可逃，而现在大肃接受了大赵的子民与资源，实力已经不弱大楚多少，他掌权大肃依旧可以与大楚对抗，因此他才会选择坐山观虎斗，伺机而动。而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他自然坐不住了。”你解释道：“这样说来，那西北王倒还挺阴险狡诈的。”苏雪瑶咬牙切齿地说道：“我要将你说的告诉我父皇与皇兄，让他们提前防备，免得到时措手不及。”苏雪瑶道：“小心一点，那老狐狸恐怕在1000年前就安排这一切了，连你皇兄身边都有他的儿子，估计皇宫也不少，甚至可能公主身边也有西北王的人，不要相信任何人。”你郑重叮嘱道：“我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这里有我这些年攒下的修炼资源，你刚刚筑基不久，我想应该对你有帮助。”苏雪瑶取下戴在手指上的储物戒，递给你。看着苏雪瑶手中的储物戒，你微微一笑，道：“公主，你知道送戒指在我的世界意味什么吗？”苏雪瑶疑惑地眨了眨眼，很是呆萌可爱。你嘴角勾起淡淡笑容，双手接过苏雪瑶手中的戒指。下一刻，你的身影消失不见，再次离开了这个世界。床上，你看着手心中还带有余温的戒指，嘴角微微上扬。在我的世界，送戒指代表着告白，只是这句话你不能在梦境中与苏雪瑶说，因为你们之间阻隔的不是距离，而是时空啊！你伸出神念，下一刻你就倒吸了一口冷气。储物戒指中的修炼资源太多了，其他那些灵草丹药什么的不说，单是灵石就有10万有余，而且这些灵石都极为光泽饱满，品质极佳。10万上品灵石，灵石在修炼界不仅仅是货币，同时还是修炼资源，因为灵石之中蕴含庞大的灵气，不管是修炼、疗伤、恢复、结阵等等都需要灵石，而灵石之中蕴含的灵气越浓郁，则其品质就越高，价值就越珍贵。而灵石的品质一共有4等，分别是下品灵石、中品灵石、上品灵石以及极品灵石。中品灵石的灵气浓度是下品灵石的100倍，即一颗中品灵石价值相当于100颗下品灵石。虽然一颗中品灵石价值等于100颗下品灵石，但其珍贵程度却要远超，一般来说兑换价值远超100。毕竟中品灵石是结丹修士用来修炼的最好东西，而上品灵石就是元婴大修士都极为需要，对普通修士来说，那就是一笔无法想象的财富。要知道，一滴极品筑基灵液才价值100颗中品灵石，即使就把100颗中品灵石算成1颗上品灵石，那10万颗上品灵石足足可以购买10万滴，也就是1000瓶极品筑基灵液。这笔财富比灵域99%以上的元婴大修士还要来得多。拥有了如此一笔财富，你根本无需去担忧修炼资源，因为在修炼界，只要有灵石，什么资源都有了。筑基境就用上品灵石修炼，整个灵域也没有第二个人敢如此奢侈了吧？你拿出1颗上品灵石，放入掌心开始吸收，浓郁的灵气入体，顿时化作一股澎湃精纯的灵气，涌向4至8海。你盘膝闭目，进入了修炼状态。出宗、拍卖会、静心珠，提升筑基境2层修炼速度。大厅之中，你诧异地看着自家师尊，从你3岁被道宗一位长老捡回宗门到现在，你可还没有离开过宗门半步呢。不错，据说最近天宝阁会在灵域举行一次拍卖会，为师打听到其中有一件名为静心珠的辅助法宝，可以提升筑基修士2成修炼速度。提升修炼速度的辅助法宝，也只有百花宗有一件，还只能提升1成
修炼速度，所以你这次务必将其拍到手，这关系到你的未来。清玄道君凝重道，这件事情关乎着自家弟子的前途，他怎能不谨慎对待？天道筑基若是没有强大的辅助法宝，那真是可惜了逆天的天资，发挥不出天道筑基应有的风采。你神色有些怪异，提升修炼速度的辅助法宝你不仅有，而且还足可以提升3成修炼速度，这远比什么静心珠要强得多。再配上品灵石辅助修炼，你表示可以让所有人明白什么叫做修炼速度的震撼。虽然静心珠对你没什么用，但想起可以出宗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对于一直没有机会出宗的你来说，却是有十足的吸引力。师尊，徒儿明白了。你毫不犹豫地点头说道。好。清玄道君欣慰一笑，随后又语重心长地说道：记得早日归来。你轻笑一声，徒儿知晓，这是给你的资金，拍下静心珠应该不成问题了。清玄道君丢过来一枚储物戒指，谢过师尊。你接过储物戒指，神识沉入储物戒指之中，看清楚了储物戒指内的灵石，100万中品灵石，还有1万上品灵石，这又是一笔天大的财富，很多元婴老怪物倾家荡产都凑不出的数字。师尊为了自己又是100瓶极品筑基灵液，又是这么多灵石，可见师尊对自己寄予了多少厚望。还有，这是定位玉简，如果你遇到什么危险，将其捏碎，为师会在第一时间赶到。另外，这几件护身法器也留给你，遇到危险也许用得上，切记不能让自己陷入生命危险中。清玄道君又叮嘱道。说完，他又拿出一堆东西，这是攻击型符纸，这是防御符纸，这是隐匿符纸，至于最后这2件，是为师专门给你炼制的替身符和远遁符。清玄道君一边解释着，一边将5件护身符纸塞到你怀里，最后才交代你，这是你的第一次入世，给老子活着回来。徒儿记住了。你点头，心中却是暖暖的。为师走了。清玄道君微微颔首，随即便消失不见。恭送师尊。你躬身，神色恭敬地朝清玄道君消失的方向施礼。片刻之后，你抬起头来，目露坚毅。师尊，您就安心吧，徒儿一定会平安归来的。道宗坐落在云山之巅，与苍穹接壤，常年雾霭蒙绕，恍若仙境。像这种超级宗门，一般都远离凡尘，避免俗世纷争，因为修仙讲究一个心境，若是太过于痴迷红尘，反而容易扰乱心智。这就是为什么你之前从未入过凡尘，因为你一直是宗门重点培养对象，在筑基之前，到心位坚固之前，一般都极少踏入凡尘之中。云霄之上，一位白袍少年背负双手，脚踏飞剑，从云雾之上飞驰而下。少年面容俊秀，身材挺拔，眼眸明亮深邃，宛若星辰，在云雾的笼罩，仿佛一位少年仙人，飘逸而脱俗。少年正是自道宗离开的你，驾驶着飞剑，朝着远处的红尘世界而去。飞了约莫2个时辰，你已看到远处若隐若现的凡人城池。你从天而降，落在地面，将飞剑收起，你徒步而行，仿佛自己已不是修仙者，而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凡人一般。先入凡尘，不染仙尘，了结红尘因果，追求大道，不受世俗干扰。凡人的世界或许也别有一番风味。官道旁，你信步闲停，缓慢行走，不知道是不是距离城池还有一些距离。这里人烟稀少，显得有些萧条冷寂。突然，轰隆隆，身后马蹄声响起，伴随着一阵阵呼喝之音。快跑啊！有大妖袭来了！救命啊！你眉头微皱，停下脚步。一队人马正疾驰而来，带起滚滚灰尘，扬起漫天尘埃，将视野遮挡。这支队伍人数众多，足有数十号人，不过有修为的人极少，而且都只是练家子，不是正规的修仙者，修为只有后天境界。此刻马匹奔腾而来，尘土漫天，惊动了附近的鸟雀，他们四散逃窜。这位公子，快跑！狼妖群暴动了，领队的是一位壮硕汉子，脸上全是汗水，气喘吁吁的大喊。这壮硕男子看起来30来岁，满脸胡茬，皮肤黝黑，一看便是久经沙场之辈，后天大圆满，实力倒还不错。后一头体格巨大的银狼冲出，他嘴角挂着血丝，口中还有半截身躯，张口吞噬着。其余的人见状，吓得魂飞魄散，疯狂逃窜。孽畜，休伤无辜！领队的壮硕男子怒吼一声，举枪冲杀了过去。砰！枪芒闪烁，打在银狼的脑袋上，竟然被弹飞出去。壮硕男子心神震撼，知道自己绝非对手。嗷呜！银狼仰天嘶嚎一声，顿时间，周围群狼咆哮，密密麻麻的狼影从四面八方汇聚过来，将整片区域包裹住。完了，被包围了，今天要死在这里了吗？壮硕男子心神颤抖，面上涌现绝望。公子，将你也牵扯进来了，真是抱歉。壮硕男子看向站在原地没有动弹的你，还以为你是吓傻了，脸上满是愧疚，看着周围的狼妖群以及周围这些人有些绝望的目光，你心中很是不忍。师尊说，修行之人不沾凡尘因果，尽量不插手俗世之事。后为首的银狼扑了过来，锋利的爪牙似乎轻易就能抓破壮硕男子的肌肤，撕裂他的身躯。这头银狼乃是先天修为，在你眼中不算什么，可在这些普通人眼中却是无法战胜的大妖。可弟子无法见死不救，这凡尘因果，我自一并承担。一声轻叹传来，紧接着一道剑光闪过，银狼那普通武器伤不到的坚硬毛发被轻易划开，扑通一声，银狼栽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其余的狼妖群也是发出哀鸣之声，见领头已死，慌忙四散逃亡。狼妖群围困之局瞬间急迫，所有人都呆呆地看着你。刚才那是飞剑，他是仙人。壮硕汉子更是瞪大了眼睛，仙人。其余人也都如梦初醒，一脸崇拜地跪伏在地，高呼感谢仙长救命之恩。看着这些人眼中的恭敬，你明白此地已不可久留，仙与凡终究不是一个世界。你轻轻一个迈步，踏入飞剑之后，冲入云霄，眨眼消失不见。多谢仙长相救之恩，此地距离道宗最近，想必他是道宗的上仙吧。直到你离去良久，这群人才渐渐
渐的恢复过来，心中庆幸遇到了仙人，不然恐怕魂归狼群兮。你脚踏飞剑，并没有停留在下方的城池之中，而是一路向着天宝阁拍卖会所在地的方向飞去。飞行了一整天，直到夜幕降临，你才停下来，寻找了离自己最近的一座城池，并在一家客栈中落脚休息。月色如水洒下，整个城池都被一层银灰所笼罩。你躺在床上，正准备进入梦乡时，突然听到了一阵清脆悠扬的琴声，那琴声婉转如流泉，轻盈似飞鸟，仿佛能够穿透灵魂深处，让人心神荡漾。这琴音似乎只有修炼者可以听到，凡人听不到。弹琴之人是修炼者，修为还不低。你心中暗自思索，你推门而出，朝着琴音的源头走去。一座小亭子内，一名戴着面纱的女子正端坐于亭中抚琴，一缕缕琴音化作音符流转，她的手指轻盈地舞动着琴弦，每一次波动都会引发一串串优美的音符在空中流淌。是她，想必她也是要去参加那拍卖会了。你目露金光，看清楚了女子的身影。这女子虽戴有面纱，却难掩其倾国倾城之姿色，尤其是一双美目，顾盼生辉，勾魂摄魄，正是灵域第一美人百花仙子。此刻她玉指翩翩，琴音悠扬，犹如一曲天籁之音，令人陶醉不已。片刻之后，一曲终了，百花仙子停止弹奏，她抬头，目光扫向你，眼眸泛起异彩。或许她也没有想到可以在这里遇到你，千年公子，没想到昨日一别，今日我们又相逢了。百花仙子语笑嫣然，声若黄莺，娇媚动听。是啊，没想到居然和仙子又相遇了。你淡笑道。百花仙子浅浅一笑，柔声问道：千年公子，刚才的琴音可入公子耳？确实动听至极，如同仙乐。你点头赞许，千年公子喜欢就好。百花仙子微笑着点点头，要不要再听一曲？嗨嗨，不了，天色已晚，我还要睡觉，明日若有时间，自然再听仙子琴音。你摆手拒绝道。百花仙子微微一愣，这还是第一次她主动弹琴却被人拒绝的。平日里多少人想求一曲都求不来，只是拒绝也就算了，为何要用如此漏洞百出的借口？睡觉，后天先天的确还需要小睡补充精神，可到了筑基境，只需打坐一会便可以恢复精神，完全不需要睡觉了。当然，百花仙子也只是愣神了一瞬，随后便收敛了表情，微笑道：既然如此，公子就早些歇息吧。你点头应道：那就告辞了。话毕，转身离去，丝毫不拖泥带水，没有半点留恋。看着你离去的背影，百花仙子轻咬了一下嘴唇，手掌再次放在琴弦之上，却怎么都弹不下去，心已乱，情已扰，如何静心抚琴？还没睁开眼，你就感应到了周遭的湿润，显然和第一次入梦一样。你又出现在了水池里，刚睁开眼，一双纯净无瑕的眼眸就撞进你的视线，那眸光仿佛能洗涤灵魂。你怔怔望着眼前的人，一时间竟忘了说话。少女生的倾国倾城，精致的五官搭配的恰到好处，眼眸璀璨如星辰，琼鼻挺立，粉唇艳若玫瑰花瓣，这般模样，活脱脱一幅赏心悦目的画卷。不过才几个呼吸的功夫，少女的小脸上就浮起两抹绯红，娇嗔着喊：你还看？快转过身去！你回过神，忙不迭道歉：抱歉抱歉。说着立刻扭头闭眼，装作什么都没看见。片刻后，少女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好了，你现在可以转过身了。你睁眼，尴尬一笑，转过身，就见少女立在水池边，一袭白裙衬得她肌肤胜雪，乌黑秀发垂至腰际，整个人娇俏玲珑。比起第一次相见，同是这方水池，少女已从青涩蜕变为成熟，更添风韵。算起来，这是你们第8次见面，在她的世界里已然过去了7年。她的修为，在上次相见时你就已无法感知，想来早已不是筑基境，不然也不会说玄灵玉佩对她没用了。苏雪瑶见你还盯着她，俏脸再添绯红，羞涩地瞪了你一眼。你还要看多久？你干笑2声，嗨嗨，公主的美貌就是看一辈子也不嫌多，哈哈，油嘴滑舌。苏雪瑶娇嗔：我是说真的，像公主这样优秀的女孩子，也不知道以后会便宜了哪个人。你故作认真的摇头叹气，反倒逗得苏雪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你笑起来比仙乐还要动听，你由衷夸赞。苏雪瑶脸上笑意更盛，笑盈盈地望着你，饶是你定力惊人，也忍不住失神一瞬，回过神后连忙移开目光，生怕自己把持不住。你话锋一转：对了，公主既然知道今天我要来，怎么还在这里沐浴？一听这话，苏雪瑶的笑容瞬间僵住，脸上又漫开一层醉人的粉红，幽怨道：还不是因为你这次来的太突然了，子时才刚刚过你就来了，之前可从未这么早过。你恍然大悟，哈哈大笑。那这么说，我是今年第1个对公主说生日快乐的人了，你只能算第2个。苏雪瑶轻哼一声：为什么？我可是最早来的。你满心疑惑，因为苏雪瑶眨了眨美眸：我也是人呀。不，公主不是人，所以我还是第1个。你摇摇头：我不是人那是什么？苏雪瑶好奇追问：公主是落入凡尘的仙子，自然不是人。这话逗得苏雪瑶咯咯直笑，笑颜如花，娇媚无双。你忽然正色，问起正事。对了，公主，那西北王一事已经查明了吗？谈及此事，苏雪瑶的笑容渐渐收敛，蹙眉道：跟你预测的一模一样，那个司马同竟然敢当街偷袭皇兄，幸好听了你的话，父皇在皇兄身边安排了隐卫，才没有让其得逞。还有那西北王，果然想背叛父皇，还好父皇留了心眼，否则真要栽在他手上。话到此处，他语气多了几分愤愤。不过我们发现的还是太晚了。西北王造反失败之后，便投靠了大楚帝国，连带着我大苏1/5的疆土，全部归顺了大楚。一山不容二虎，一个帝国出现2个强大的势力，要么一方臣服，要么兵戎相见，这是自古的道理。你摇摇头，这些早就在你的意料之中。可想起来还是很气，大苏待西北王不薄，甚至他的领地都不需要向大苏缴税，结果呢，他却暗中谋逆，还想杀皇兄与父皇。本来大苏接收了大赵的子民，以勉强可与大楚正面对抗，现在西北王一投靠，形势就彻底的恶化。苏雪瑶长长叹了口气，你看着他愤愤的模样，出言安慰：公主，至少我们清除了内患，
吧，这也是一件好事。苏雪瑶点了点头，脸上重新露出笑容。是啊，这次还是多亏了你的提醒，否则我无法想象父皇与皇兄要是出事，我该怎么办？你看着他，笑着问道。公主准备怎么谢我？苏雪瑶眨了眨美眸，你想我怎么谢你？自从第一次之后，我可一直对公主的味道流连忘返。要不公主再亲我一下？你笑眯眯提议。苏雪瑶先是一愣，随即俏脸通红，狠狠白了你一眼。你想太美了。见他这般模样，你嘿嘿一笑，也不继续调侃，转而认真道：“公主可愿意让我牵一下你的手吗？”牵手。苏雪瑶愣住，上下打量着你，满脸疑惑。你为什么会突然提这个要求？你没有正面回答，故作委屈。公主好无情，亲一下不愿意，连牵个小手手都不行。算了，当我没说。看着你这副模样，苏雪瑶更迷惑了。她知晓你的性子，虽偶尔调皮，却绝非胡搅蛮缠之人，终究忍不住追问：“你到底想干嘛？”你微微一笑：“公主别紧张，我没有任何想法，只是单纯的想跟公主拉拉小手，仅此而已。”苏雪瑶又好气又好笑，犹豫片刻后，还是点了点头。见她答应，你的心跳骤然加速，呼吸也变得沉重，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激荡，伸出右手握住了她细嫩的玉手，掌心下的触感柔软，鲜嫩又润滑。不过是一次简单的牵手，却让两人的距离瞬间拉近。苏雪瑶的脸颊瞬间染上嫣红，芳心扑通狂跳，这种奇妙的感觉是她从未有过的。半晌才羞涩开口：“喂，可以了吗？”公主，再等等，很快了。你低声道。苏雪瑶抬眼，恰好撞进你闪亮的星眸里，四目相对，两人皆是心头一颤，不约而同地移开了视线，看着彼此窘迫的模样，苏雪瑶忍俊不禁笑出了声。她竟发现你也会害羞，而且让她意外的是，你是真的只打算牵手，自始至终都没有别的动作，哪怕此刻攥着她的手，稍一用力就能将她揽入怀中。不知过了多久，苏雪瑶忽然感觉你的手掌微微用力，仿佛想将她揉进骨血一般，可下一秒，这份触感便消失无踪。她以为你松了手，抬眼望去，身前早已没了你的身影。而另一边，你猛然从梦中睁眼，看着自己的手掌，除了一丝少女的余温，哪里还有苏雪瑶的踪迹？我可以将书籍、玉佩、戒指带到我的世界，可我无法将你带出来，我们只能在这梦中相见了。你轻轻抚摸着空空的手掌，苦涩一笑，或许这就是宿命，你们注定只能隔着梦境遥相凝视。出了梦境，你遇见飞行在天空中，刚离开没多久，一道倩影便追了上来。百花仙子落在你身侧，笑盈盈道：“千年公子，想必你也是去参加天宝阁拍卖会的吧？要不我们同行？”你转头扫了他一眼，平静道：“与我同行，仙子就不怕被人误会吗？”误会什么？百花仙子满脸不解。你摇了摇头，懒得与他多说，径直朝着远方飞去。百花仙子黛眉微蹙，看了看你的背影，快步跟了上来。你的速度极快，明明只是筑基初期，灵气却像是不要钱一般疯狂灌入灵剑，灵剑散发出淡蓝色光芒，速度陡然增了数倍，化作一道流光穿梭在云层之上。好快的速度，我竟然只能勉强跟上。他该不会真的是天道筑基吧？身后的百花仙子暗自震惊，眼中满是诧异。他比你多修炼好几年，境界也高出一筹。你是地品筑基，却依旧只能勉强跟上你的速度。不过3个时辰，你便抵达了天宝阁筑灵域的地界。从天空降落，或许是第一天耽误了时间。你到的时候，剑凌霄、水柔仙子、刀疤虎等道子级天骄已经尽数到场。见你到来，剑凌霄的脸色微微一抽，再看到紧随其后的百花仙子，脸色更是阴沉的厉害。在他看来，百花仙子定然是看上你了，这就像你从他身边抢走了百花仙子一般。虽说他与百花仙子本无交集，可在灵域若没有你的出现，还有谁配得上他？他早已将百花仙子视作自己的所有物，而你的出现无疑是在打他的脸。天他还打不过你，愤怒与嫉妒交织在心头。剑凌霄看向你的目光愈发阴寒，恨不得将你生吞活剥。百花仙子落地后，对着众人开口：“诸位，你们都到了。这次静心珠的拍卖，想必邪道四宗也不会错过，所以我们需要联合起来。百花姐姐，我会全力支持你的。”水柔仙子第一个表态。刀疤虎撇嘴：“别看我啊，都知道我大刀门出了名的穷，我只是来看热闹的。”剑凌霄压下眼中的恨意，拱手道：“仙子请放心，我剑凌霄会全力支持仙子拍得静心珠。”最后，百花仙子将目光投向你，眼中带着一丝祈求。在他心里，你一人的分量比剑凌霄、水柔仙子和刀疤虎3人加起来还要重。若你肯与他合作，邪道四宗便不足为惧。在他看来，你就算不是天道筑基，也至少是超高品质的地品筑基。可他的话刚落，一道冷潮便从天空传来，大老远就听到你们要商量对付我们，还真看得起我们啊！紧接着，4道身影出现在众人面前，3男1女，其中姬飞烟赫然在列。没人知道他为何又与邪道四宗搅在了一起。除了他，另外3人周身黑气弥漫，气息强横，至少都是玄品筑基。右侧一人戴着狰狞的鬼怪面具，只露出一双幽深冰冷的眼睛，是鬼门道子鬼气，玄品筑基中期。左边一人浑身笼罩黑雾，只露出半张脸，透着摄人的气息，是狮阴宗道子是无邪，玄品筑基中期。中间之人身披红衣，妖艳至极，却让人不敢直视，是血衣宗道子血屠，玄品筑基后期。见对方实力如此强横，百花仙子神色凝重，向前踏出一步，挡在众人身前，强大的气势自他身上散开。血屠戏谑一笑，目光落在剑凌霄身上，满是嘲讽：“哟，这不是手下败将剑凌霄吗？怎么这次又躲女人身后？”剑凌霄的脸色瞬间难看到了极点，血屠的目光随即转向你，眼中闪过一抹血红，舔了舔嘴唇：“想必你就是道宗的道子莫千年了，能够击败剑凌霄，你有资格被我视为对手。”你还未开口，百花仙子便冷哼一声：“血屠，你不也是我的手下败将？魔宗道子叶苍兰呢？他不来，你们可不是我的对手。谁在叫本少主？”一道声音响起，一个脸色略显苍白的少年缓步走来。
她身着绣满金色纹路的白袍，身形消瘦，看上去弱不禁风，可周身弥漫的恐怖气息却让人心生胆寒，仿佛她只需动一动手指，便能轻易灭杀在场所有人。来人正是魔宗道子叶苍兰，地品筑基后期。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一位老者从旁走出，开口道：“诸位，我天宝城可不是什么打打杀杀之地，你们要打，去城外打吧。”老者是欧阳元，天宝阁驻灵域的坐镇之人，一位元婴大修士。10大超级宗门的元婴大修士不在少数，各宗道子本不具元婴修士，可欧阳元不同，他不仅是元婴大修士，更是天宝阁的长老。天宝阁是大陆的庞然大物，各州域皆有分阁，是修士的法宝交易圣地。只要有足够的灵石，想要的法宝，想知道的情报，几乎都能在天宝阁买到。没人知道天宝阁的真正实力，只知每个分阁的长老至少都是元婴大修士。单是北大陆州域便超100个，也就是说天宝阁在北大陆就至少有100位元婴修士。各大超级宗门之所以容忍天宝阁的存在，只因天宝阁从不插手各域纷争，只守着各地的天宝城做交易，甚至天宝阁拍卖的一些至宝，连超级宗门都不曾拥有。此次拍卖的静心珠就是如此，10大超级宗门皆想将其收入囊中，足见天宝阁的地位。有欧阳元出面，双方自然打不起来。邪道4宗的几位道子冷笑一声，转身离去。而叶苍兰在离开前，却突然将目光投向你，苍白的脸上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潮红。他发现什么了吗？看着叶苍兰的目光，你眉头微蹙，太吓人了。等邪道4宗众人走远，刀疤虎才大口喘着粗气，对方的压迫感实在太强，真要打起来，他怕是第一个遭殃的。毕竟10大道子中，他的实力垫底。百花仙子也皱着眉，神色凝重的喃喃：叶苍兰，他竟然踏入了筑基后期，这次恐怕不好对付了。昔日叶苍兰还在筑基中期时，他便与他交手过几次，即便只是试探，也让他倍感压力。如今对方先他一步踏入筑基后期，他想胜过对方，希望更加渺茫。见凌霄突然冷笑一声：一个叶苍兰罢了，我们联手还拿他们没办法吗？这话一出，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他身上。刀疤虎满脸怀疑：你确定吗？这有何难？见凌霄眼眸微眯，透着森寒。百花仙子稳压那血毒，那鬼气交给我，尸无邪交给你与水柔仙子，姬飞烟想必不会插手。至于叶苍兰，不如就让莫千年去对付他，也是地品筑基，即使不敌，也可以拖一会，等我们解决了敌手之后，再去联手对付叶苍兰。他一人又岂能敌过我们这么多人？他心中巴不得你被叶苍兰斩杀，你疯了！千年公子才筑基初期，他如何去对抗叶苍兰？百花仙子瞪了剑凌霄一眼，满是怒意。那谁去对付叶苍兰？见百花仙子为你说话，剑凌霄脸色一沉，当即反驳：你动了。缓步走到剑凌霄身旁，淡淡道：剑凌霄，我还轮不到你这个废物来指挥。说完，你便越过他，独自离去。被你当众骂作废物，剑凌霄脸色红白交加，怒不可遏地盯着你的背影。可你突然转过身，神色冰冷地看向他，他到了嘴边的话，终究还是咽了回去。剑凌霄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的怒火，阴恻恻地扫了一眼你的背影，转身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莫千年，他一定要报复。交了灵石，你进入了天宝城的高级修炼室，没有去交易所闲逛，而是直接开始修炼。你此刻并没有特别需要的东西，哪怕是静心珠，对你也毫无用处。毕竟你也有玄灵玉佩，若不是师尊的嘱托，你根本懒得来此历练。你现在最缺的是修炼的时间。灵域10大道子中，你年龄最小，修为上本就吃亏。若非如此，以你的天道筑基，多修炼几年，叶苍兰之流又算得了什么？天宝阁的高级修炼室虽每日花费不菲，却胜在安全，无人打扰，你可以安心修炼。修炼了2个时辰后，你算着时间，又到了入梦的时刻。一想到又能见到苏雪瑶，你的脸上便漾起一抹淡笑，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而梦境里的苏雪瑶正单手托腮坐在桌案旁，满脸愁容，不住叹气。你现身的瞬间，恰好听到她的叹息，当即开口询问：公主，今天是你的生日，怎么如此不开心？你来了。听到你的声音，苏雪瑶猛地抬头，美眸中瞬间绽放出欣喜的光芒。公主，发生什么事了？你在她身旁坐下，轻声问道。苏雪瑶轻咬嘴唇，满脸愁云地指了指桌上的几幅画纸：你自己看吧。你抬眼望去，画纸上皆是青年才俊的模样，下方还写着简介。第一张画纸下写着：南宫如山，南宫世家3少爷，天赋异禀，年仅26岁便踏入化灵之境。你心头一惊，瞬间察觉到了不对劲，连忙翻开下一张，上面写着：李文涛，西陵郡第1天骄，师从云来道君，年仅25岁，已是神通境大圆满。后续的几幅画纸，每一张都对应着一位赫赫有名的天骄，不是世家少主，便是一方翘楚，他们的年龄与修为都远超灵域的各大道子。你瞬间明白，苏雪瑶遇到了让他无比困扰的事，他被逼着选驸马，说白了就是被逼着相亲。看着桌上的画纸，你愣了神，你早知道这一天会来，却没想到会这么快。苏雪瑶已经23岁，本就是婚配的年纪，更何况她是大素唯一的公主，身不由己的事本就多。可你的心猛地一痛，连呼吸都变得困难，像被什么狠狠刺住。你打心底里不愿看到她嫁给别的男人。半晌，你强颜欢笑开口：公主，你看上谁了吗？苏雪瑶微微一怔，抬眸望你，秀眉微皱：你希望我跟别人在一起吗？你立刻摇头，不希望。苏雪瑶眼前一亮，笑容灿烂的像春暖花开。既然你不希望，为什么又要问我呢？你微怔，低下头喃喃：那公主的选择，这些人我谁也不选。苏雪瑶拿过你手中的画纸，灵气一闪，画纸瞬间碎裂。啊！你彻底懵了，呆呆望着他，心底一股暖流涌上来，鼻尖阵阵发酸。他这是当着你的面说不会选任何人，见你这模样，苏雪瑶扑哧笑出声，娇艳的容颜璀璨如百花盛开。放心啦，父皇挺疼我的，再怎么样也不可能逼迫我嫁人了。你也笑了，顺势说道：实不相瞒，公主，前几天我也被师尊逼着招亲，还是同时向灵域10大美人的前3人。苏雪瑶眨眨眼，眼中闪过紧张。那你怎么选的？我拒绝了。你
你耸耸肩，十大美人你都拒绝。苏雪瑶满脸不信，那公主为什么也要拒绝呢？你笑着反问。两人对视，终究是苏雪瑶先移开目光，嘴角的笑意却藏都藏不住。片刻后，苏雪瑶轻咳一声，打破沉默。你们灵域的十大美人有多美？已微微沉吟。十大美人个个都是国色天香，倾国倾城。话没说完，你就见苏雪瑶鼓着脸颊，赶紧闭了嘴。如果我在灵域，能不能进入十大美人之中？苏雪瑶瞪着你问。能，肯定能。你连忙点头。真的吗？苏雪瑶依旧怀疑地盯着你，不仅能进，而且第一妃公主莫属。你拍着胸脯保证。这话让苏雪瑶展颜一笑，整个房间都变得明媚动人。你看着她，心跳都漏了一拍。公主，你真漂亮。你忍不住赞叹。哼哼，本公主可是七国第一美人。苏雪瑶得意地笑。这是你第一次见她这般模样，却一点都不觉得自恋，因为她本就是你见过最美的女孩。可以跟我说说你的世界吗？我还不了解呢。苏雪瑶单手托腮，秋水般的眸子望着你，满眼都是好奇。当然可以了。你笑着点头，缓缓开口。在灵域一共有10个超级宗门，我就是道宗的道子，这一代弟子的大师兄。你细细讲述着灵域的一切。苏雪瑶听得入神，美眸中泛着涟漪，眼底满是期待。她忽然好想去到你的世界，只是她知道这不过是奢望。10大宗门就有10个道子，除了你之外，其他道子是什么实力？苏雪瑶突然问。10大道子实力不一，就比如说剑宗的道子剑凌霄，22岁踏入筑基，又修炼2年，刚刚踏入筑基中期。你话音刚落，就见苏雪瑶脸色变得怪异。你忙问公主有什么问题吗？24岁筑基中期。苏雪瑶语气古怪。对啊，还是剑宗道子，灵域10大天骄之一。苏雪瑶又补了一句。对啊，怎么了？有什么不妥吗？你满脸疑惑。苏雪瑶张了张嘴，最后只道这也能成为道子，言外之意再明显不过，太弱了。在他的世界，帝国的青年才俊25、6岁，不是结丹就是筑基大圆满，这样的实力都未必能进帝国10大天骄。而他自己20岁就超越筑基，踏入金丹境。其他人呢？你之前说灵域10大美人有没有道子？苏雪瑶又问。灵域10大美人有3人是道子，其中第一美人百花仙子不仅是花宗道子，修为实力也极强。你答道。有多强？比我还强吗？苏雪瑶俏皮眨眼，饶有兴致地看你，跟公主自然无法比。百花仙子年龄与公主今年相仿，修为已接近筑基后期。你笑着说。听到这话，苏雪瑶又笑了。显然这灵域第一美人在她眼里根本构不成威胁。你说她听，偶尔她也插几句话。两人都忘了时间，仿佛脱离了时空的束缚。直到夜幕将近，苏雪瑶才猛然惊醒。她抬头看了看快要落下的夕阳，又看了看身旁的你，眼中满是惊喜。这一次你在她的世界竟然第一次突破了1个时辰，足足待了2个多时辰。你也瞬间反应过来，这一次在梦境的时间格外漫长，甚至超过了之前8次的总和，而且你还没有要离开的迹象，仿佛真的融入了这个世界。两人对视，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惊喜。第9次相见，竟是这样大的突破。快日落了，可以陪我看一下日落吗？苏雪瑶望着夕阳，脸颊泛着淡淡红晕，轻声问。可以。你笑着点头。两人悄悄爬上房顶，坐在屋檐边缘，望着渐落的夕阳，静静沉浸在余晖里。夕阳西下，晚霞漫天，火烧云将天地染成瑰丽的色彩，霞光把两人的影子拉长，投射在屋檐上，成了一幅美轮美奂的画。苏雪瑶看着身侧的你，在夕阳下，一切都安宁又祥和，这是谁从未有过的放松。不知过了多久，你转头看他，公主，我在你身边待了2个多时辰，感觉胜过半个月苦修。苏雪瑶闻声转头，微微笑道，我的体质很特殊，距离我越近，修炼速度便会提升越多。她说着，眼角眉梢带着几分小得意。那公主，我可不可以再靠近你一点点？你一怔，随即笑着问，可以啊。苏雪瑶毫不犹豫，话音刚落，你便朝着他走近一步，没有触碰，却近到只要微微倾斜，就能靠在彼此身上。夕阳渐渐落下，晚风吹起苏雪瑶的秀发，最后一抹余光洒下，让整个皇宫都璀璨夺目。小时候，每一个生日，一直都是母后陪着我，就在这个位置，我靠在母后怀中，看着夕阳落下的景色。苏雪瑶低声呢喃，语气里满是思念。那他现在呢？我似乎每次都没有见到。你轻声问。他走了。苏雪瑶轻叹了口气，脸上闪过一丝悲伤。你一愣，看向他，只见他眼眸中隐约含着泪，心底的柔软被彻底勾动。对不起，你满心歉意，不过是随口一问，却勾起了他的伤心事，不关你的事。苏雪瑶摇摇头，擦掉眼角的泪珠，努力挤出一抹笑容。你伸出手，轻轻握住他的小手，触到他柔弱无骨的肌肤，心里微微一颤，忍不住又抓紧了几分。别难过了，你柔声说，没事。苏雪瑶轻声回应，轻轻挣扎着想抽回手，可你抓得太紧，根本抽不出来，最后也只好作罢，任由你握着。不一会儿，晚霞彻底消失，黑夜笼罩大地，星辰在天际闪烁。两人静静望着星空，心情渐渐平复，像2块相互吸引的磁石，彼此靠近。许久，苏雪瑶望着夜空，缓缓开口，清脆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回荡。你说，上天安排我们见面是有什么目的吗？你顺着他的视线仰望星空，片刻后答道，或许这是上天给我们安排的缘分。苏雪瑶嘴唇轻抿，轻声问，你真的相信缘分吗？当然，因为上天安排的最大嘛。你认真道，嘴角扬起浅浅的弧度。如果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同一片星空下，那该有多好。苏雪瑶悠悠道，脸上满是向往。公主，你想听一个故事吗？你忽然说，你说，我听着。苏雪瑶点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仙子下凡，遇上了一个凡人，他们相爱了，但是仙凡终究有别，他们无法真正的在一起。最后啊，他们化为了天空中的2颗星星，相隔着遥远的星河，每一年只能见1次面。你慢慢讲着，苏雪瑶的心中泛起阵阵涟漪。这个故事像极了你们，1年只能见1次。快看，流星！夜空中突然划过2道流星，像璀璨的明珠，在漆黑的夜幕中闪着耀眼的光。你和苏雪瑶齐齐抬头，目光追随着流星。这一刻，时间仿佛静止，周围的一切都安静又美好。
两颗流星似乎带着神秘的力量，慢慢靠近，越来越近。你和苏雪瑶的心中满是期待和希望，仿佛忘记了周遭的一切，只剩下彼此和那两颗流星。就像你们之间的距离也在一点点靠近，可就在即将相融的瞬间，两颗流星却突然调转方向，猛然分开，越走越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而是我就在你身边，却怎么也抓不住。就像这两颗流星，也像你和他。一滴眼泪从苏雪瑶眼中滑落，晚风吹散了她手心的余温。她转过身，身旁早已空无一人。你们之间的距离比流星更遥远，更无常。上一瞬环手牵着手，下一瞬便隔着时空，隔着两个世界。世界上最短和最遥远的距离，都在你们之间，短到肌肤相亲，远到不可追溯。夜越来越近，流星越来越远。下一次见面又是1年后。修炼室中，你睁开双眼，修为又提升了一步，离筑基中期更近了。可你却半点也高兴不起来。你知道，比起你，苏雪瑶承受的要多得多。她是帝国唯一的公主，被护在皇宫深处，从未离开过。这是谁今天告诉你的？她的世界里只有父皇、皇兄和几个宫女侍卫，其余的一切都只能听说，或是远远看一眼。9岁之前，她还有母后的陪伴，那是谁最快乐的时光。可后来，母后也走了，父皇和皇兄纵然宠她，却终究不懂她，不懂她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她需要的是陪伴，是可以倾诉的朋友。而你是谁的第一个朋友，也是唯一的朋友。可这份缘分太过残酷，她要等整整1年才能和你见一面，哪怕等到，或许没说几句话，你就会消失。梦境的时间，你无法预测，也无法控制。昨晚的3个时辰，不过是意外之喜。你能感受到，那3个时辰里，苏雪瑶是真的开心，因为她终于有了可以倾诉的人，能把埋藏多年的压抑都说出来。你心里满是遗憾，若是能再多停留一刻，若是等待的人是你，该多好。很快，天宝阁的拍卖会如期而至，这本就是灵域修士的盛典，更何况此次临时加了静心珠的拍卖，10大超级宗门的道子尽数到场，吸引了更多的人。拍卖场内人群熙攘，气氛火爆，各势力和散修强者纷纷入座，议论声此起彼伏。这一次拍卖会竟然有提升修炼速度的辅助灵宝，那可是最珍贵的。得了吧，10大宗门的道子都来了，我们凑凑热闹就行，别想拍卖了。10大道子全来了，那能不能看到灵域10大美人的前3人？拍卖场的2楼是雅座，只有元婴大修士或是道子级的天骄才有资格入座。1楼的修士抬头看2楼时，眼中满是恭敬和羡慕。看，各宗道子来了，好美，那就是灵域第一美人百花仙子吗？真美啊，能和她相处一刻，少活10年都愿意，10年、100年我都愿意。那是水柔仙子啊，传闻容貌绝丽，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男修们的目光痴迷地落在2楼的百花仙子和水柔仙子身上。2人落座后，剑凌霄和刀疤虎也到了，紧随其后的是邪道4宗的道子。他们一出现，现场瞬间安静，周身的压迫感让所有人都忍不住打寒战。剑凌霄扫视一圈，没看到你的身影，皱眉道：莫千年呢？他怎么没来？昨晚我们的会议他也不见人影，该不会是跑了吧？不知道，昨天分开之后就没见他的人影，联系也联系不到。刀疤虎耸耸肩，哼，实在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有点实力就膨胀，以为他一人就可以打赢叶苍兰吗？剑凌霄冷哼，我相信千年公子会来的，他一定是有事要处理。百花仙子开口维护你，这让剑凌霄心中的怒火更盛，恨不得将你撕成碎片。看向百花仙子的目光也满是森冷。就在这时，你终于到了，一身白衣，潇洒俊逸，引得无数女修芳心暗许。没事，来了就好。百花仙子微微一笑，眼眸亮晶晶的看着你。剑凌霄看着百花仙子对你的态度，极度的咬牙切齿。你刚坐下，就感应到一道目光落在自己身上，抬眸望去，正是叶苍兰。他脸色苍白，却一直盯着你。你微微皱眉，实在想不通，你和他素无交集，他为何一直盯着你？是看出了你是天道筑基，还是看出了你身上的玄灵玉佩？你想了半天也没头绪，却深知叶苍兰是唯一能给你带来强烈威胁的人，不由得对他多了几分提防。一道娇媚的声音突然响起，打破了2楼的沉寂。欢迎大家来到天宝阁拍卖会，飞烟在此先祝各位拍得宝贝尽兴而归哟。众人循声望去，姬飞烟一袭红裙，迈着婀娜的步伐走进拍卖场，瞬间成了全场的焦点。这姬飞烟可真是娇媚动人，要是能和她相伴，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男修们的目光肆无忌惮地落在姬飞烟身上，低声议论着。刀疤虎看着姬飞烟，嗡声说道：这姬飞烟前天跟我们在一起，昨天又跟邪道4宗在一起，今天又成了天宝阁的拍卖师，他到底站哪一队？他站哪一队我们管不住，但我们要提前做好最坏的打算。百花仙子面色凝重道。姬飞烟娇媚地看了一眼2楼的众人，笑着宣布：哥，既然大家都来了，那奴家宣布，拍卖会现在开始喽！这第一件拍品乃是极品筑基灵液1滴，起拍价100中品灵石哟。姬飞烟拿出一个玉瓶，里面装着1滴晶莹剔透的液体。什么？竟然是极品筑基灵液！这话一出，拍卖场内瞬间炸锅。极品筑基灵液是修炼界的凤毛麟角，1滴就能让先天大圆满无条件筑基成功。整个灵域只有3位炼丹大师能炼制，数量极其稀缺。110中品灵石，120中品灵石，150块中品灵石，竞价声此起彼伏，很快价格就被叫到了300中品灵石。竞争的人渐渐少了，显然已经接近真实价格。你低声喃喃，在宗门内，每个弟子都可以以100中品灵石的价格购买1滴极品筑基灵液，不过每人只能买1次，外界却是需要300中品灵石吗？大宗门弟子的待遇远比散修好太多。大宗门的优秀弟子30岁以内便能筑基，而下方的散修和小势力修士大多到了几十岁才能筑基。300中品灵石1次，300中品灵石2次了。见无人在竞价，姬飞烟媚眼如丝，将玉瓶在身前轻轻滚动一圈，故作幽怨道：没有人继续竞价的话，那可要被别人拍走了。他的模样充满诱惑，立马就有大汉举牌。310
中品零食，350中品零食。又一人跟着喊价，目光紧紧盯着鸡飞烟，价格竟一路被炒到了800中品零食。刀疤虎瞪大双眼，这也可以？众人这才明白，天宝阁请鸡飞烟当拍卖师，根本就是血赚不亏。最终，这滴极品筑基灵液拍出了900中品零食的价格，被一位筑基修士拍得。他拿到玉瓶后，欣喜不已，满脸迷醉。现在是第2件，鸡飞烟继续主持拍卖，你却不再关注，闭上双眼开始修炼。拍卖的东西没有你特别需要，没必要浪费精神。你心里清楚，拍卖结束后必有一场大战，同辈争锋，老辈不可插手，唯有修为才是你最迫切需要提升的。昨天在苏雪瑶身边待了几个时辰，加上那个世界的灵气更加浓郁，你的修为已经到了筑基初期的大成，这也得益于你本身极强的修炼天赋。18岁踏入筑基境，这在灵域本就极为罕见，千年难遇，更何况你还是天道筑基，天赋再度提升，修炼速度更是恐怖。照这样的速度，要不了1个月，你就能踏入筑基中期。不知过了多久，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响起，打断了你的修炼。欢迎大家前来捧场，现在是此次拍卖的压轴品，也是本次拍卖会最重磅的拍卖物品，相信诸位一定非常感兴趣。是天宝阁的长老欧阳元亲自下场主持压轴拍卖。你睁开双眼看向台上，其他道子也都将目光投了过去，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欧阳元手中的木盒上。欧阳元轻咳一声，慢悠悠打开木盒，一股清流瞬间弥漫全场，所有人都精神一振。木盒中是一颗拇指大小的翠绿玉珠，通体晶莹剔透，像翡翠雕琢的艺术品，散发着淡淡光芒，蕴含着极强的能量。一股奇妙的波动从中传出，在场所有人都感觉到自己的修炼速度微微提升了，这是能提升修炼速度的至宝。诸位，请好好感受一下。欧阳元呵呵一笑，手一挥，静心珠便朝着2楼飞去，在每个人面前都停留了片刻。当静心珠停在你身边时，你表面不动声色，瞳孔却微微一缩，你竟然感觉到自己的修炼速度又提升了2成，这怎么可能？你本就有玄灵玉佩，按说提升修炼速度的辅助灵宝只能生效1件，难道是2个世界的灵宝炼制手段完全不一样？这个发现让你瞬间认真起来。既然效果可以叠加，那这静心珠你必须拿下。静心珠在2楼转了一圈，欧阳元将其重新放入盒子，开始介绍：诸位，这是我天宝阁一位炼气宗师打造的辅助灵宝，名为静心珠，拥有凝神静心之效果，同时还可以吸收天地灵气，辅助携带者修炼之奇效。这静心珠的功效，想必几位道子都已经感受过了。对于筑基修士来说，无疑是无价之宝。它的底价是1000上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上品灵石。欧阳元的话音落下，拍卖大厅却出奇的安静。1000上品灵石，普通筑基修士根本拿不出来，就连大部分结丹修士都未必有这样的身价。1楼的修士们纷纷将目光投向2楼，9位道子都还没出价，可彼此之间的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你心中却在盘算，拍卖到静心珠后，一定要拿给苏雪瑶看看，确认2个世界的灵宝炼制手段是否真的不同，若是不同，能否改进，让效果变得更强。至于钱，你根本不担心，10几万上品灵石在手，你只想说一句，在座的各位，还有谁